伸出你的左手，看看手心之中是否有着这样一个印记。如果有，也许世界的命运将掌握在你的手里。很久以前，邪恶的灵曾侵入世间，带来无穷的灾难。而为了保护世人，一些手上拥有印记的人和灵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最终封印了万灵之王穷奇。这些人用誓言与梦想铸成了长陵，朝着未知的世界振翼而飞。他们的名字就叫做霞岚。有这样一群人，传说他们居于山谷之间，本领高强，行侠仗义。传说他们饱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对普通人来说，他们就像山间的雾气，有质却无形。他们的名字在坊间流传，谁在那里？他们的样貌却鲜有人知。于无声处，姐姐，他们静伏着，专待那惊雷俯现的一刻。他们的名字就叫做霞岚。等着我，我一定会成为霞岚，救你回来。哼，又是这一套老掉牙的把戏。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嘿，大功告成！哈哈，走喽！怎么
要10斤红油水饺，多放辣的啊！展翅，5两翡翠蒸饺。炙辣板娘，今天就是我满15岁的日子。让我听听，按什么事照儿？约定，好像是老板娘和展翅的声音。去寻找姐姐了，休要挂念，勿需找寻。我走了，再见。哼，我说你这算哪门子的告别信呢？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要么叫我辣妈，要么就叫我老板娘。你哪儿冒出个辣板娘来呀？啊？哼，心狠手辣的老板娘，简称辣板娘。哎呦嘿，小子，有胆量你再说一遍试试。说就说，你就是心狠手辣的辣板娘，不是说好等我满15岁就让我离开吗？现在为什么又要扣下我的行李？为什么？切，我想扣就扣，怎么着？翅膀硬了是不是？你还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还没问你为什么半夜逃走呢？为什么？这还用问吗？就因为你是心狠手辣的辣板娘，我每次要走，你都搞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理由拦着我。虽然你答应我15岁可以走，可谁知道你这次又会想出什么新的办法耍无赖？所以啊，我只能半夜逃走，怎么样？你走吧，啊，这次我不拦着你了。不过有个条件啊！我早就猜到你要耍花样，怕了？笑话！不过这次咱们可得有言在先，你到时不能再反悔。没问题。哼，说吧，什么条件？今天呢，我要做一碗3升饺子。现在是卯时刚过一半。如果你能在6个半时辰内让我拿到10株3生草，那我就允许你离开这里。10株3生草？10株。不然的话，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接着跑堂。怎么样？做得到吗？桃源山那么大，6个半时辰以内，你要能爬到山顶，我就算你厉害。哼，敢小瞧我！就算你身手不错，可你能找齐那么多的3生草吗？我曾经在4个时辰内就搞到8株3生草，只要再加一把劲儿就……别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嘿嘿，你输定了。怎么样？想好了没有？要是做不到，就在这儿打一辈子长工。依我看呢，你还是趁早认输干活去吧，我还要做生意呢。我一定会救回姐姐，我一定会成为侠岚。啊？有什么好笑的？该不会又在想办法赖账吧？少跟我耍贫嘴！哎呦，已经过了大半天了。什么？你太阴险了！阴险？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咱们可是刚才就击过掌了。来点什么？是蓝色的。得抓紧时间，我一定不能输。
你画的是什么呀？喏，这个是姐姐，这是我，这是辣妈妈，我们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哦，原来是这样啊！你画的真不赖呢。那个，我要把这画贴在墙上，每天都能看到它。好啊，每天都能看到它，每天都会快快乐乐的，是吗？嗯。展翅，你撕画干什么？我不要看它，我不要看它。不要？为什么不要了？我讨厌它，它不光没有给我们带来快乐，连姐姐也被抓走了。我讨厌它。好啊，那你撕吧。要是把它撕了，你能快乐的话，你就撕吧，随便撕。撕不下来，我帮你。我要成为侠岚，我要救回姐姐。你干嘛总拦着我？侠岚，我早就跟你说过了，那只不过是传说，不是传说，那不是传说，不是。姐姐告诉过我，你就见过侠岚，而且我和他们有着一样的印记。我一定会救回姐姐，我一定会成为侠岚。展翅，你选的这条路，比你想象的还要残酷100倍啊！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差不多了，再找到一株。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嘿，不会吧？这回赚翻了，居然还有2株！什么东西？怎么会长在这东西脑袋上呢？拼了！对不起。纯属意外。终于到手了，可是我怎么上去啊？时间就到喽！哎，展翅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就这么输了吧？我看他是回不来喽。我回来了。老板娘，你输了。吵什么吵什么呀？老板娘，不许耍赖！10株3生草，我给你采回来了。3生草，10株，他做到了。我问你，
早上我是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哼，你说，只要我能在6个半时辰之内给你10株3生草，你就放我走。记性不差，一点没错，我是这么说的。展翅，你听好了，做1碗3升饺子需要用到3株3生草，那么我做好1碗3升饺子，最后我自己得到的还剩几株啊？当然是7株了。我提出的要求是什么？给你10株3生草。可最后我只有7株啊！怎么样？从今往后，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跑堂吧！你笑什么？哼！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哈哈哈！老板娘，跟了你这么久，对你也算了解的8九不离10了。我早就知道你会赖账，所以嘛，嘿嘿，大功告成。难道你还有什么阴谋？没错。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这次绝不抵赖，不过他都骗了我这么多年了。保险起见，再多采几株吧。所以嘛，我特地多采了3株3生草，一共13株。就算你做饺子用掉3株，那么你得到的还是10株。老板娘不是输了吗？她还在笑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展翅，你得意得太早了，你来看看这个吧。还看什么呀？这是怎么回事？里面明明有3株3生草的。你知道3生草的秘密吗？秘密？啥秘密？3生草一共有13种颜色，从黑到白，每种颜色相隔半个时辰的时间生长出来1株，而每一株只有6个时辰的生命。可这样的话，没错，这就是说，要集齐13株3生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等你采到第13株的时候，第1株就会消失。这下你该服输了吧？从一开始，你就没打算放我走。你就那么想要离开这里吗？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有我的自由。我想离开这里有什么错？我想成为侠岚有什么错？我想找姐姐有什么错？为什么你总要拦着我？为什么？展翅，我理解你对你姐姐的感情，可是我跟你说过，莫仪被坏人抓走，不是你的错。那就是我的错，就是因为我。要是当时我不害怕，要是当时我再勇敢一点儿，那么，我就连你也失去了。傻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拦你吗？你姐姐从小就住在这里，跟我相依为命。直到有一天，你出现在我们面前。是的，我一直记得那一天。可是，我也知道，总有一天你会离开这里的。是的，我知道。尤其是你姐姐出事之后，我更是害怕再失去你。展
下定决心离开这里了吗？是的，不管这条路多么艰险，不管多么艰险，我一定要成为侠岚，找到姐姐。知道今天早上我还把你看作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可是展翅，今天你让我看到了你的毅力和坚强。你已经长大了，既然如此，那我也不会再逃避了。初一迟早要飞走的，展翅，这是为你做的。15岁，生日快乐！老，喂，不准哭！你要是敢滴一滴眼泪出来，你就成不了侠岚。谁哭了？我一定能成为侠岚的，你看着好了。切，说大话当心闪了舌头。别小看人，早晚要让你看到我成为侠岚的样子。好，那我就等着这一天了。快走吧！你要是再回头的话，我就不让你走了。老猫，再见！我一定会成为侠岚，找到姐姐的。怎么起雾了？我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这雾怎么越来越浓了？漂亮多了。好了，你继续在这里待着吧，我走了。哪儿才有路啊？累死了啊！什么东西啊？好像在哪里见过你。想不起来，算了。是你？怎么又回到这里了？哦，我知道了，我迷路了。天哪，我迷路了！好吃。辣妈，再来点儿。哎呀，哎呀，疼！还好没有压坏。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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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我讲一遍霞兰的故事嘛！再讲一遍就一遍。展翅，姐姐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去玩一会儿吧。又不给我讲故事，又不陪我玩，不理你了。人家过生日也不说表示一下，不跟你好了，再也不跟你好了。展翅，展翅，不跟你好了。展翅，你看这个。不理你。啊？哇，这不是我吗？展翅，这是送给你的礼物。礼物？是啊，我怎么会忘记你的生日呢？哇，我就知道姐姐不会忘记我的生日的，姐姐最好啦。刚刚不是还说不跟我好了吗？没说，说了是小狗。你说了不是小狗，是小狗，不是小狗，是小狗，不是不是。姐姐，不能再耽误了，一定要找到出去的路。天哪，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破地方啊？人，真的是人。
大叔，你在这里干嘛？你也迷路了？怎么回事啊？你别过来啊！再过来的话，我可要跑了！别追我呀！什么鬼家伙呀？干嘛追我？不会吧？又回到这里了？应该甩掉它了吧？别慌，冷静，快想办法！啊，有了！看你吃不吃得消！嘿，不得了，不得了！我也是迫不得已，谁叫你？居然没事！坏了！跟我来。谁呀你？找到我！终于出来了。刚才多谢了啊！嘘，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傀儡，那是什么呀？知道灵吗？灵会附体到某些人身上。这就是被灵附体的人。被附体的人就是傀儡。这家伙，该不会想附在我身上吧？傀儡已经是被附体后的状态，不会再附体了。我是在桃源镇注意到你的，这一路上，他一直在跟踪你。我什么也没做呀，他跟踪我干嘛呀？那你干嘛要跟踪我？我要是不跟上看看，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说话吗？有道理。傀儡一般是不会跟踪普通人的，可是为什么偏偏要跟踪你？我也不明白，所以跟过来看看。我才不是普通人呢，我可是……你小声点。我记得你在大街上嚷嚷着什么，然后那个傀儡就跟上了你。当时我离得比较远，没听清楚。什么嚷嚷啊！我那是在表决心，我说我要成为……我叫你小声点。比我声还大。糟糕，去什么地方了？喂，现在怎么办呢？你去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来想办法。干嘛要我去吸引？那你有办法打倒他吗？那还不快去！拼了！喂，看这边！嘿，哎，速度好快！喂，你要做什么可得快点啊！喂，你在这呢干什么呢？你别过来啊，否则我一拳打飞你！喂，你到底在做什么呢？我快不行了！
刚才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啊？先别问这么多了，离开这里再说。不可能！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这到底是什么呀？是灵，它的本体出现了。本体？在3种情况下，灵会从傀儡的体内钻出来。第一，是他完成附体，被附体的人也变成了灵。这我听过。第2种，好像是被霞岚用某种招数逼出来。这倒没听过。而第3种情况，就是在被逼无奈，以傀儡的力量无法取胜的情况下，主动从傀儡体内分离出来，以本体的力量和敌人决一死战。那现在是第几种？最坏的那种。决一死战。好快！快跑！快跑！跑！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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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快跑！跑！快跑！快跑！跑！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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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再也不要逃跑！快躲！不可能！危险！喂，你没事吧？喂，醒醒！你没事吧？脑袋疼，这是哪儿啊？这谁干的？绑得真紧呐！这到底是谁干的呀？我怎么跑这个破草屋来了？
命啊！喂，怎么回事你？喂，你要拉我去哪儿啊？救命啊！哎呦，快走！不走！你干嘛把我绑起来呀？救命啊！打劫了！闭嘴！快走！不走！不走！我不走！哎呦！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喂，我告诉你，我可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不要妨碍我。瞄我？你这算什么意思呀？不行，我要想个办法逃走。哎呦，肚子好疼啊！可不可以先把这个解开，让我到那边方便一下？啊！哎！哼，刻薄的家伙！快点解决！帮我解开吧，这样太不方便。那你就跑了。哼，算了，不疼了。我饿了。忍着。我累了。少来这套。我困了。闭嘴！不行，这样下去，我都不知道要被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哎，他到底为什么绑着我呀？我又不是灵。灵？有了！哎呦！没事没事，不小心摔了一跤。快放开我，否则我就……啊！不准再这样！真饿了。哎，够不着。喂，你睡着了吗？刚才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啊？你特别痛恨灵吧？你被灵伤害过吧？很重要的人被夺走了？啊！其实，我说的是我自己。等着我，我一定会成为霞兰，救你回来。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带我去哪里。但我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名霞兰，救回姐姐。你要当霞兰？当然。对了，我手上还有霞兰印记呢，你看，你看。
可你体内也有灵力。我体内有什么？你什么都不记得了？记得什么呀？哎，你说话呀！睡觉吧。哼，可恶的家伙！到了。到了，到哪儿了？哎，这荒山野岭的，连个路都没有，你要把我往哪儿领啊？告诉你，我可不跟你走了。这破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谁知道你是不是要对我图谋不轨啊？我不走，我不走。怎么不绑着我了？要放我走了？用不着绑你了。哎，这才对嘛！大家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何必搞得剑拔弩张的嘛？好了，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到此了。废话一堆。疼死我了！干嘛踢我？跟我走。还要去哪儿？这是什么地方啊9公里。好玩！好玩，好玩！玩够了没有？玩够了就快点上路。等等我，等等我！这么说，这就是传说中的9公岭？奇了怪了，我在桃源山玩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一直都没发现呢？9公岭的周围都被设了结界，普通人或是像你这种棒槌是看不到的。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找到9公岭了，我马上要成为侠岚了，冲啊！站住！呆！大胆傀儡，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敢闯入9公岭！扭不动，上！等等，我不是傀儡，我是来。侠岚，回身闪电！怎么没字儿呢？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没字儿啊？再来一次！等，你们到底是谁呀？连我们是谁都不知道，就敢擅闯9公岭！呵呵，听好了，我乃9公岭诸天殿镇殿使扰龙师爷，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孩子们，报上名字。嘿嘿，游不动。我叫碧婷。无聊。他叫归海。
傀儡碰上我算你们倒霉，束手就擒吧！要我说多少遍，我才不是傀儡呢！还敢狡辩？你的灵力我老远就闻到了，有不动？回声闪电！等等，我真不是！奇怪了，他的影子里怎么会没字儿呢？闪开吧你，看我的！回声闪电！奇怪，怎么还是没有字呢？影子里怎么会有字呢？你们到底在乱搞什么呢？让我来！还来？少废话，接招吧！这家伙能开口说话，看来不是一般的傀儡。我得加大攻击力度才行。听着，不管你是何方神圣，碰到我扰龙，你也只能自认倒霉了。接招吧，看我的回神闪电！老师，成了吗？这个嘛……等一下，你们刚才对他做了什么？小子，你不知道吧？要把傀儡从人体内打出来，这招回神闪电最有效了。回神闪电？没错，当回神闪电照亮傀儡时，傀儡的影子中会出现一个代表被附体者邪念的字，这时灵就会被驱赶出人体，要不然等过一段时间，灵自己从傀儡体内出来时，这个傀儡也就变成灵了，明白了吗？说得很好，老师教导有方。我觉得他并不是傀儡。不管是灵还是傀儡，都有一个最重要的标记，那就是额头上的灵印。没错。可是这小子的额头上并没有灵印。他的额头怎么没有灵印？可是我明明感觉到他的灵力了。喂，小子，你还知道什么？说详细点。3天前，我发现一个傀儡尾随他进入了迷雾石阵，于是我就跟了上去，出手相救。可没想到，他竟然爆发出灵力，打倒了灵。那时，我看到他额头有灵印。你不是说他没有灵印吗？没错，可他的灵印后来消失了。消失了？是的，据我所知，灵印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如果没有灵印，那这小子就不该是傀儡。可是话说回来，普通人的体内也不应该有灵力。我也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就把他带到9宫里，交给霞兰发落。他手上有霞兰挂印。霞兰挂印。所以我就感到更加困惑了。这挂印倒是真的。一个人如果有霞兰挂印，就说明他体内有霞兰气，这可不是个人就能有的。有霞兰气，才有资格成为霞兰。对呀，就像灵印是灵的标志一样。所以按常理来说，一个人的体内是不可能同时拥有霞兰气和灵力的。搞不懂，搞不懂。这样吧，把这俩小子都带回去关起来。为什么把我也关起来？我是来参加霞兰选拔的。谁叫你跟他在一起的？就这么着吧。我说，走吧。今天来了2个男孩，其中一个的父亲是栾天印的两名侠岚，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另一个就比较复杂了。
手上有霞岚挂印，体内又有灵力。关于这一点，你怎么看？不好说。体内有灵力和霞岚气两种力量共存，这种现象我从未见过。如果非要让我说的话，我能想到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哦，说来听听。气死我了！这些可恶的家伙，不光无缘无故的电我，还把我关起来。喂，放我出去！活该！活该！你还不是一样被关在这里吗？哼，我都说了是来当霞岚的，怎么就没人相信我呢？他们连我都不信，更别说你体内还有灵力了。我有灵力，你才有灵力呢！你们全家都有灵力。哼，反正我不是零。谁相信呢？和我想的差不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现在看来只能朝着最好的结果去想，同时做最坏的打算。您的意思是，把他留在9宫岭，参加4项霞岚选拔。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自己选择将来要走的路。今天的谈话就你我知道，到时我会宣称，这个男孩曾受到灵的攻击，但由于体质特殊，因此虽然没有转化成灵，但体内仍然残留了一些灵力。希望他能选对自己要走的路。我千辛万苦，诚心诚意地跑来这里，本想成为霞岚，谁知道竟然像个猴子一样被圈在这么个破地方。看，有什么好看的？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丢人现眼！喂，你这才叫乌鸦落在猪身上呢！现在大家都关在一起，彼此，谁也别笑话谁啊！哼，还说我丢人现眼！跟我走。走？去哪儿啊？你们自由了，跟我去宿舍。也有我，还有他。破阵统领同意你们2个一起参加明天的霞岚选拔。现在我带你们去住的地方。这么说，我……快走！还要我等你到什么时候？哇哦！我能当霞岚了！我能当霞岚了！我能当霞岚了！哦，你来干什么？我来参加选拔。你选不上的。为什么？因为你体内有灵力。有灵力的人休想成为霞岚。你是个有灵力的人，你绝对选不上。有幻想了。有灵力的人选不上。你选不上，你还选不上？当然选不上了，选不上的。选不上，记住。还好是场梦。不会睡过头了吧？连你都能参加选拔，真是无奇不有。当心！啊！谁呀？谁呀？走！你是你？谁呀你？哦，面熟。回声闪电！哦，我
想起来了，你是昨天被电的那个吧？现在还有股糊味呢。碧婷，你闻闻。喂，碧婷，碧婷，你干嘛呢？真巧啊！你是谁？这么冷漠的对待碧婷，碧婷一定会发火的。你小子居然敢对我如此冷淡！是我不对，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碧婷。昨天害得你被关了起来，对不起啦。无所谓了。啊！不光没发火，还这么热情，没道理呀！等我一下啊！你是来参加侠岚选拔的吗？太好了，我也是，一起走吧。怎么，你们不是侠岚吗？不是啊，我们只是在侠岚序修炼过。侠岚序？因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9宫岭，侠岚序就是我们成为正式侠岚前掌握侠岚知识的地方。讨厌！哦，他一出现，等等我，碧婷都不理我了。我同情你，真搞不懂那家伙有什么好的。哎，碧婷，等等，我有好东西给你。你究竟要干什么？别着急呀！你看，游不动。这个送给你，你可别小瞧它，这可是我老爸添加了幸运草，为我精心烹制1个时辰的幸运包子呢。我本来是打算留着选拔的时候吃呢。太好了！这个包子给你，就当做给昨天的事道歉了。这可是添加了幸运草，精心烹制了1个时辰的幸运包子呢。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不需要运气，谁需要你给谁吧。比如昨天被电糊的那个倒霉蛋。你说谁是倒霉蛋？给他，我还舍不得呢。等等我呀，咱们一起走。可恶！哇，好大的树啊！这么多人呢！哎，他在画什么？哇，简直一模一样！好可爱的女孩啊！可惜了，居然是盲的。真可怜。哎，不对呀，看不见怎么可能画画呢？你好。原来你没……我看你一直闭着眼在画画。画画？哦，我是在练习探知。探知？你不知道探知吗？知道，当然知道了。探知嘛，探知就是这个。探知就是一种侠岚术。没错。怎么哪儿都有你？你体内是不是有灵力？那又怎么样？可是，你体内怎么会有灵力呢？不知道。很多人都说不应该让你参加选拔，可是，我倒是觉得你很有勇气呢。你说我很有勇气？那，这张画送给你，咱们互相加油吧。他说我很有勇气。哈哈哈！快看，那就是破阵统领。破阵统领，很普通的老爷爷嘛。又到了我们9宫岭选拔侠岚的日子了。你们在场的诸位，有来自侠岚序的，有我们从各地找来的，
还有自行来到9公岭的。虽然你们的身世背景各有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成为侠岚。一会儿，各位请依次上前，走到我身后的扶桑树下。飘落下的树叶上是哪个店名，就请前往该店进行选拔。下面有请我们的统领破阵。开始吧。切，还以为他要说什么呢。诸天殿，下一个。哎，刚才那个女孩呢？要是我能和她分到一起就好了。我可不想跟她分一块儿去。赤天殿，下一个。赤天殿，打死我也不去那个殿。承天殿，下一个。鸾天殿，阳天殿，鸾天殿，承天殿，下一个。昊天殿，下一个。诸天殿。碧婷，我在扰龙老师的店呢。如果能和他分到一起就好了。神树保佑，把我分到赤天殿吧。诸天殿。什么？太好了！下一个。我们在一个店。碧婷，太好了，我们在一个店呢。祷告灵验了。信君，给我来了。下一个。好，终于到我了。不要赤天殿，不要赤天殿，千万别分到赤天殿，我可不想和那个家伙在一起。怎么没树叶掉下来呢？哎，居然没有树叶落下来，怎么他就是那个体内有灵力的人吧？对呀，看来他注定当不了侠岚啊。他体内的灵力影响了树叶的感应，看来要暂时压制一下他体内的灵力才行。你就是展翅。你真的想成为侠岚吗？怎么回事？身体变得热起来了。啊！快去吧。下一位。浩玄。哦，对了，还没看看到底分在哪个店呢。怎么搞的？怎么是赤天殿呀？警告你，可别影响我选拔。居然和这家伙分一块儿了，算我倒霉。赤天殿又分到赤天殿，谁呀？下一位是他，我也分到赤天殿了。哈哈，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就去赤天殿吗？好啊，一起走吧。好。一个人都没有，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喂，这有人没有啊？我叫展翅，我和这位，陈月。陈月，好名字。我和陈月还有，还有那边那个家伙，我们3人是来参加选拔的，有没有人出来接待一下啊？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无聊。无聊？我跟这儿都等了大半天了，到现在连半个鬼影都没见着。从早上到现在，我连水都没喝一口，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真的，你听听。
怎么了？走，过去看看。当心人家把你当小偷抓起来。我只不过是好奇而已。你有没有童年啊？还是在外面再等一会儿吧。没事儿，别听他吓唬。走，进去看看。嘿，这石头会飞哎，好玩。你家里没教过你不要乱动别人的东西吗？怎么哪儿都有你呀？而且你怎么也进来了？就不怕别人把你当小偷抓起来？我是怕你惹出事来，把我给牵连进去。省省吧你！我只不过是感到好奇，想看看罢了。你哪儿冒出来一大套一大套的？去，还是别动它了。没事儿。哎，怎么不见了？随便进别人的房间，可不是好习惯呢。喂，你是谁啊？这石头怎么在你手里？赶快交出来，要不然对你不客气了。伊恒希老师，哎，老师，看你怎么收场。展翅是陈月，那么你就是千钧喽。哦，原来你叫千钧呢。怎么样，终于被我知道名字了吧？离我远点。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易恒希，是镇守赤天殿的太极侠兰。今天由我负责你们的选拔，如果你们通过了，就能成为4项侠兰，留在赤天殿进行修炼。4项侠兰，侠兰一共分为3个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太极、两仪和4项侠兰。侠兰选拔的目的就是观察你们是否真的有成为侠兰的潜力和觉悟，因为不管你们将来是哪一等级的侠兰，面对的敌人都会是凶恶残忍的灵。对，在很久以前，灵曾侵入世间，他们的头领我知道，他们的首领叫做穷奇。后来有9位侠兰想出办法镇住了穷奇。我知道，这些侠兰把自己的力量弄到他们的随身物品中，搞了个阵势，镇住了穷奇。怎么样？我知道的不少吧？那叫元气。什么？展翅，你刚才说的侠兰的力量其实叫做元气。哦。还有你说的那些随身物品，其实叫做神坠。神坠吗？我知道。唉，灵为了释放穷奇而到处搜寻着神坠，所以身为一个侠兰，他的使命之一就是保护神坠。哎，这不就是刚才那块绿石头吗？这是我的神坠，月竹玉佩。原来这就是神坠啊！我从小在9宫岭长大，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神坠。据说神坠里蕴藏了无比强大的精纯元气。这小小的玉佩中真的拥有那么强大的元气吗？哎，易恒希老师，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带身上呢？换成我的话，就藏起来，谁都找不着。展翅，你不知道吗？拥有神坠的侠兰被称为神坠守护者，他们将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神坠。所以神坠从不离身。没错。如果有朝一日你们能通过层层考验，成为太极侠兰，你们或许也有机会成为神坠守护者。神坠守护者。哇，神坠守护者呀！哇，快看那破绽！展翅大人，展翅，你想什么呢？有病！好，我决定了，我要成为神坠守护者。能通过今天的选拔再说吧。没错，要成为神坠守护者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就算你们能通过这次选拔，今后还会有神坠试炼等许多挑战等着你们。神坠试炼，听起来就很厉害。闲话到此为止，你们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那么，4项侠兰的选拔现在就正式。闪开！
这灵煞？什么煞？灵煞是灵的招式，把灵力集中迸发，威力非常强大。这里怎么会有灵出现？难道9宫岭被灵侵入了？千钧，留着元气。灵不知道神坠在你们手上，你们要保护好神坠，找机会跑出去，然后立刻到君天殿通知破阵统领。你们记着，神坠比霞兰的生命都重要。好快的速度，竟然1击就达到1个灵，太厉害了！小心！发什么愣？躲开！还有一个，老师，快起来呀！虽然是太极霞兰，但是以身体硬挡下2次灵煞，看来也是吃不消啊。那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叶恒希老师发动霞兰术了。霞兰术就是霞兰用元气发动的招数。中招到地时，居然顺势在地上留下了元气，设下陷阱，不愧是太极霞兰，白费力气。好强的力量！好了，没事了。完了！叶恒希老师被打败了！怎么会这样？叶恒希老师可是太极霞兰呢，一个普通的灵怎么会这么厉害？没时间想那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神坠逃出去。现在怎么办呢？神坠，关主，一有机会我们就往树林里跑，穿过树林，从来时的入口出去。神坠，哼，他不是要神坠吗？给他！什么？你胡说什么？给你神坠！嘿，快跑！乱来！怎么还没到入口啊？我快跑不动了。怎么回事？刚才这里还是个3岔路口，往前的路就是树林的入口，现在怎么没有了呢？可恶！怎么总也甩不掉那怪物？你们没事吧？没事。废什么话！快拉我们上去！搞什么呀你？叫你拉我们上去，你怎么也下来了？嘘。
好像走了。刚才他差点看见我，只好跳了下来。对不起啊。陈玉，用你的能力探知一下，看看究竟是我们走错了方向，还是树林的入口真的消失了。我试试。真的不见了。什么？我探知到，树林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封闭了。没有别的出口了吗？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唉，既然出不去，那就先在这里歇一会儿吧，至少比较安全。只好这样了。陈月，你为什么会探知呢？我在霞兰旭里学的。你也是从小生活在9公岭？从小生活在9公岭，长大以后就一定要成为霞兰吗？成为霞兰，是我自己的意愿。为什么？和那些怪物打架多危险呢？因为我发过誓。发誓？我家里人都是霞兰，爷爷是神坠守护者。神坠守护者，好厉害！但是，在一次战斗中，爷爷被灵所害，他的神坠也被夺走了。于是我立下誓言，一定要成为霞兰，替爷爷夺回神坠。本来我以为能顺利通过选拔，但是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是被灵围困、坐以待毙的结果。我歇够了，你歇够了吗？歇够了就别坐着了，站起来，一起找出路吧。我明白了，我们歇息是为了接下来的战斗，不是坐以待毙。没错，一起消灭那个怪物，一起成为4项霞兰。那个灵已经不在附近了。我们先出去，然后再想办法一起逃出树林。神坠放在我身上不安全，不如把它藏在这个洞里。来，陈月，你能再探知一下别的出口吗？可是刚才已经探知过了。哎呀，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好吧，我再试试看。那东西好像又回来了，必须想办法引开它，给陈月争取时间。喂，像上次一样，我掩护，你主攻。战池，要小心呢。放心吧。喂，这边，神坠在我这儿。千钧，快点儿，我撑不住了！谁砍？冰封破！这是，我找到出口了，就在那边。啊，太好了，先去拿神坠。快躲开！坠，神坠我藏起来了，你甭想找到。你要神坠，
还是同伴？别放我们！趁这个机会，快跑！住手！我给你拿神坠。展翅，千万别回来呀！一定要带着神坠逃出去啊！我该选择神坠还是同伴？所以，身为一个侠岚，他的使命之一就是保护神坠，一定要保住神坠。可是，身为一个侠岚，他的使命之一就是保护神坠。难道我就这么逃跑吗？神坠，神坠还是同伴？你们记着，神坠比侠岚的生命都重要。你要神坠还是同伴？神坠还是同伴？一定要带着神坠逃出去啊！我要放弃他们吗？他的使命之一就是保护神坠。神坠，神坠比侠岚的生命都重要。你要神坠还是同伴？展翅，千万别回来呀！要带着神坠逃出去啊！神坠比侠岚的生命都重要。神坠还是同伴？看来他已经放弃你们了。别伤害他！等一下！放了他们！展翅，你怎么不逃啊？我不能丢下你们！你以为把神坠给他，他就会放过我们吗？你忘了我们的使命吗？给你！神坠，同伴，我都要！好样的！嘿，嘿嘿，愣着干嘛？快跑啊！陈月，这里就是你探知道的出口吗？通过这个小道，应该就能出去了。太好了！你，为什么要回来？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不能丢下你们。没想到你能跳得那么高。这有什么？早前我在桃源山采草的时候，跳得比这还高呢。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咱们赶快出去报信吧。不用报信了。易恒熙老师，你不是？你们真的认为我会那么容易被打倒吗？告诉你们吧，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为了考验你们而发动的玄惑归心。玄惑归心？玄惑归心是霞岚术的一种，
通过施术者强大的精神意念和一些看来不经意的动作、声音、物件，使对方陷入精神陷阱，在意识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物件？难道是在那个时候？嘿，这石头会飞哎，好玩！怎么不见了？原来如此，我怎么会没想到呢？好了，选拔结束了。这不是赤天殿吗？我们怎么回到赤天殿了？其实我们一步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意识当中，感觉就像真的发生过呢。好了，把神坠还给我吧。千钧，喂，你干嘛呀？你这是干什么？玄惑归心是通过施术者强大的精神意念和一些看来不经意的动作、声音、物件，使对方陷入精神陷阱，在意识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说不定灵也有类似的招数。现在的易恒熙老师，完全可能是假的。千钧，别开玩笑了，把神坠还给我，我就可以宣布你们通过选拔了。你们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到我这里的吗？证明给我看。我是易恒熙，没有必要跟你证明什么。把神坠给我，给不给？不给。这是怎么回事啊？最后一遍，把神坠给我，不给。老师，不要啊！很好，选拔结束。还不相信？看看你们的神坠吧。这什么玩意儿啊？就像你说的那样，这么重要的东西，我肯定是要藏起来，让谁都找不到。怎么会那么随随便便的就交给你呢？其实，在你们推开那扇门的时候，玄惑归心就已经开始了。哦，原来是这样。言归正传，刚才在玄惑归心中，如果不是我有意放过你们，你们早就完蛋了。要知道，你们面对的还只是众灵。众灵？众灵就是普通的灵，是最低级的。最弱的都把我们折腾成这样。展翅，啊！你拉着陈月乱跑，结果却掉进洞里。如果那洞是敌人的陷阱，你觉得会怎样？陈月，你是从霞兰旭出来的，难道连众灵不会说话这一点都忘了吗？还有，面对袭击你就不知道回避吗？千钧是为了救你才受伤的，记住，战斗中保护自己，才不会连累队友。看来这次要落选了。不过，虽然你找到的出口是我故意设置的，但以你目前的实力能发现它，已经算不错了。千钧在最后做出的决定非常正确。如果你们那么容易就把神坠给我，我会立刻宣布你们不合格的。哼，被他抢风头。但真正让我惊喜的是展翅。我保护不了神坠的人，在任何殿都不可能通过选拔。扔下同伴，只保护神坠，或许在其他殿能通过，但是想要在我这里通过选拔，必须拥有神坠、同伴都不放弃的信念。展翅，你做得很好。我就知道，我果然是最厉害的。不过别得意得太早，以后的战斗可是超乎你们想象的困难，接下来的修炼也会异常的艰苦。这么说，我们通过选拔了。接着。这是什么？霞兰蝶。霞兰蝶，这是霞兰的标志呀！我们成为4象霞兰了。4象霞兰啊！我们通过了吗？我们真的通过了吗？太好了，通过了！我成为霞兰了！太好了！啊！
时。哦，展翅，这个特别的男孩，他的身上仿佛有一种力量，让人不知不觉地更乐观、更有信心了。可能我就是被他的这种力量所激励，才能通过这次的选拔吧。千钧，他在危难关头不顾一切地救了我。虽然他看上去很难接近，但是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定也能成为彼此信赖的好伙伴。谢谢你们。计划进展如何？我已经派出大量众人去完成附体转化，一定会在纣的潜入灵属完成之前，集齐足够兵力，里应外合，展开对9公岭的大规模袭击。纣那边怎么样？纣虽然是七破，可是灵术的准备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灵力。让他尽快完成。是，贾爷大人。同时，要确保纣的灵术顺利完成。5败之一的破已经随纣同去荒郊野地，在纣准备灵术的时候进行严密的保护。进攻9公岭的计划一旦成功，那些神坠就都是我的了。一看就是个年轻有为的侠兰，我看好你。哈哈哈哈哈哈！比千钧那个家伙厉害100倍。早上好。哦，早。老师早。展翅呢？没和你们一起吗？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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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处都找过了，怎么没有呢？你找什么呢？陈月，陈月啊，我的夏兰蝶丢了。你别急，越急越找不到。易涵熙老师，他怎么也来了？展翅，枕头下面找过了吗？枕头？对了，枕头！哈，找到了！昨晚我自己放的都忘了。哎，对了，你怎么猜到他在这儿的？因为我昨天晚上也把夏兰蝶放在枕头下面啦。咱俩真是心有灵犀呀！记得当年我刚得到夏兰蝶那一晚，也是放在枕头下的。易涵熙老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昨晚也是放在枕头下的。好了，别愣着了，赶快去池塘吃饭，然后到树林集合，开始你们成为霞兰后的第一次修行吧。是。怎么搞的？要我们在这儿集合，他自己却玩迟到。是啊，已经等了这么半天了，易涵熙老师怎么还没来呀？老老实实待在这里等着就是了。你们哪那么多废话？什么等？等也得有个限度吧？就你这榆木脑袋，真不知道你是怎么通过选拔的。别吵了，我等你们很久了。易涵熙老师，在哪里呀？跳进池塘，你们就能找到我了。池塘？易涵熙老师在这下面。这也许是易涵熙老师设置的结界。结什么？你不知道结界吗？这个结界嘛，我当然知道了。知道就别在这浪费时间，赶快进去。展翅，让开一点。什么？闪开！差点给你当坐垫。不是给我，是给陈月。躲开点儿。什么？展翅，快躲开！对不起，展翅，你没事吧？没事儿。都准备好了吧？
不要说回答我的问话时要说是。易恒熙老师，再问你们一遍，都准备好了吗？是，易恒熙老师，准备好了。那么，现在我宣布，你们在赤天殿的第一次修炼正式开始。老师，给个亮呗。哇，易恒熙老师，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这里是为训练你们而开启的结界——破碎虚空。破碎虚空，听起来倒是很厉害的样子。那易恒熙老师，我们今天要学什么呢？走到我面前。什么？今天修炼的内容是走到我的面前。走到你面前，就这么简单？怎么，这个破碎虚空是？说，永远比做简单。切，别小看人，你可说准了，是不是只要走到你的面前，今天的修炼就算完成了？是的，只要走到我的面前，你们就可以休息了。这可是你说的。看我，果然。战师，你怎么了？不知道。你不是说很简单吗？怎么不过来呀？谁说我不过来了？我这就来，我这就来，走！你真的以为霞兰的修炼会像学儿歌一样简单吗？霞兰将来要面对的是最冷酷的对手，最残酷的战斗。你们如果想成为独当一面的霞兰，就要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每一次的修炼都要把它当做一场真正的战斗来看待。我明明没有动弹，却越来越没力气。看来你们也感觉到乏力了吧？易恒熙老师，能告诉我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难道你们都没发觉吗？那些火把并不是我熄灭的。可是我刚才明明看到你手一挥，火把就……那个动作嘛，只是为了好看，仅此而已。为了好看？那火为什么会灭呢？空气，是空气变得稀薄了。看来终于有人开窍了。其实，一旦破碎虚空感觉到有生命体踏足其内，空气就会随着时间的递增变得越来越稀薄。不管你做什么动作，如果还是依靠吸入体内的空气维持，都将会越来越吃力。但是听您这么一说，我都觉得快要窒息了。由于这种特殊环境，在这里修炼1个时辰，可以达到在外面修炼10个时辰的效果，所以我决定在这里来教你们元气驾驭术。元气驾驭术？对，在这里，我要求你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只能依靠元气发动，而不是依靠体内普通的气力。只能依靠元气吗？完全依靠元气。说了半天，到底啥是元气呀？喂，陈月，你在干什么呢？哎，别打扰他们，他们正在纳气。纳气？所谓元气驾驭术，指的就是控制元气的3个步骤：纳气、聚气和泵气。他们只有完成这3个步骤，才能走到我的面前。哦，这样啊。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先别问，用心看，之后我会慢慢解答你。好吧。果然，在这里，纳气所消耗的时间比平时多出了许多。展翅，你看，这就是千钧的元气。纳气之后，把气集中在丹田，称作聚气，然后再把气迸发出来，称作泵气。元气变为肉眼可见时，说明千钧已经完成了泵气。元气就是那些蓝色的气体吗？元气不止蓝色，蓝色意味着千钧的元气，五行属水。行，这个我知道，就是金木水火土，对吧？没错。陈月的元气是黄色。对，这说明陈月的元气五行属金。走过去了。做得不错。
也做到了。很好。不就是把元气吸入体内吗？有什么困难的？先纳气，然后集中到丹田，最后迸发出来。没错，易恒熙老师就是这么说的，我一定能行的。我吸，我吸，我吸，我吸。唉，展池，纳气不是这样的。不对呀，怎么感觉晕晕乎乎的？展池，你别乱来呀！怎么到这里来了？你晕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易恒熙老师，我怎么会晕倒呢？展池，修炼最忌心浮气躁，可你却急于求成，不求甚解，把元气和普通的空气混为一谈。我一看到千钧那家伙得意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千钧和陈月以前都学习过基本的元气驾驭术，现在只是需要更上一层楼，而你却是一张白纸。如果你真想超过千钧他们，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要一笔一画、扎扎实实的修炼。我明白了。现在看来，让你进破碎虚空的确是早了一点。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在这里教你最基础的东西吧。是。哇，好厉害！这叫聚气成形，我写的就是元气的气字。太神奇了！战池，你听好了，世间万物都是由五行，也就是土、金、木、火、水组成。元气就是五行的精华，乃先天之气，而普通人所谓的戾气的气，则是后天之气。元气就是五行的精华，我记住了。元气是霞岚一切力量的来源。元气驾驭术最基本的技巧就是纳气、聚气和泵气。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好，就别提更多更深的技巧。记住，一切修炼都离不开元气。易恒熙老师，那就快教我元气驾驭术吧。别急，如果想自如地驾驭元气，首先要做的是确定自己元气的五行属性，因为每个霞岚的元气都对应了一种五行属性。您是说每个霞岚的元气都对应了一个五行属性？没错，刚才我说过了，世间万物都是由五行组成。你在五行之中是什么属性，就吸取什么属性的元气。可是，要怎么样才能确定我的五行属性呢？看到自己。看到自己？那还不简单？看到自己。不是让你照镜子，而是说在自己的意识中看到自己。在自己的意识里看到自己，不可能嘛？当然，你如果想在意识中看到自己，就把自己的心归于平静，提升自己的感官功能，然后努力去感觉自身变化。把心归于平静。当身体的轮廓逐渐在自己的意识中清晰显现后，轮廓内会出现某一种颜色，这个颜色就代表了你的五行属性。而这时，意识中身体的周围就会出现相同颜色的元气，不断朝你的身体汇聚。纳气就是指这个过程。原来纳气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是用鼻子、嘴巴大口大口的吸呢。好了，原理已经教给你了，还有其他问题吗？那易恒熙老师，我学会元气驾驭术之后，是不是就会变得厉害了？可以这么说，控制元气是霞岚术的根本，而且纳入的元气会大幅度提高武技的威力。也就是说，你简单的一拳，可能威力是过去的好几倍，甚至更多。哇，太厉害了！那你现在就在这里好好练习吧，我要去看看他们了。是。
前困难很多，总感觉元气不够。千钧，在这里待得越久，聚气就越困难。现在我的霞兰树的形态比以前小了不少，而且这种威力的霞兰树可是伤不了敌人的。让你们走到我面前，只需要熟练地掌握纳气就行了。而要在这种环境下发动霞兰术，就不一样了。叶痕熙老师，展翅他没事吧？没事，你们继续练习吧。看到自己，这是什么？哎，太好了！按照叶痕熙老师的说法，我现在应该能在自己的轮廓中看到颜色了。哎，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颜色出现？我的五行属性到底是什么呀？哎，这不是展翅吗？游不动，你在干什么？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不好好修炼，难不成你在偷懒吗？谁说我偷懒了？我这可不就是在修炼吗？啊！我头回听说坐着打盹儿也算是修炼。懒得和你扯。啊，对了，你跑赤天殿来干什么？刚给你们店的几个两仪下来做完包子，这还有一个，想吃吗？想。偏不给。啊！好你个游不动，敢斗我，看我不收拾你！收拾我？你来呀，叫你尝尝我的厉害！游不动，干嘛？你怎么做到的？做到什么？这么快就发动元气了，你不需要纳气吗？纳气？我打5岁时就会纳气了，现在早就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了，还没等你感觉到，我就已经完成纳气了。游不动，又干嘛？你是怎么纳气的呀？你小子连纳气都不会呀！我已经在意识里看见自己了，可是我看不到自己轮廓中的颜色。是这样。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展翅，依我看，你没救了。你这种情况，说明你永远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侠岚了。放弃吧。别展翅，我逗你玩呢。游不动。别生气嘛，大不了我告诉你一个窍门嘛。窍门？快说，什么窍门？别慌了，这窍门就是我老爸。哎，游不动，等等。怎么啦？不是找你老爸吗？你带我来食堂干什么？我忘了告诉你，其实我老爸就是食堂的大厨，人称游刃有余的游刃。哎，看招吧！这人是谁呀？这就是我老爸。一股包子味儿，游不动。哎呀，老爸，我才不是一股包子味儿呢！包子味儿？我怎么没闻到？你要干什么？老爸，你嗖的一声凑到别人眼前干什么？哎，你额头上是怎么回事？让人家给揍了？别吵！这不会是你家人向别人问好的方式吧？当然不是。老爸，你这又在干嘛呀？小子，你是谁？怎么你身上有股我熟悉的味道？我是叶痕熙老师的弟子。不对。什么不对啊？他真的是叶痕熙老师的弟子。这不是叶痕熙的味道，这个味道是那么的熟悉，又那么的陌生，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哎呀，老爸，人家来这里不是给你闻的，是有事情要请教你。请教？小子，你要请教我什么？游刃大叔，我正在学习纳气，怎么说呢？自己已经能在意识里看见自己了，但是我看不到轮廓中的颜色。游不动告诉我，您能帮我？原来是这样啊！游刃大叔，请你一定帮帮我。请教我就对了。
这样吧，小子，你现在和游不动一起，把我劈好的绊子拿到灶台旁，然后到大堂来找我吧。知道了。游不动，你老爸噼里啪啦的砍了半天，怎么这木头还是完好无损呢？这么一大根，怎么烧啊？嘿嘿，你看看就知道了。这大厨看来很厉害，希望他能帮我学会控制元气。你说你在意识中看不到自己轮廓内的颜色，所以无法确认自己的五行属性，是吗？对，就是这样。小子，我告诉你一个窍门，要想找到自己的五行属性，最好先找到和自己最接近的事物的五行属性。听不明白？哎呀，多简单呐！你就这么想，你面前的灶台上有2屉包子落着，你要想确认下面那屉包子的味道，只需要吃一个上面那屉里的包子，不就知道了？游不动，别捣乱，你这都是什么歪理啊？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有2笼蒸饺，下面那笼是大葱口味的，上面那笼3鲜口味的饺子也会多多少少带点大葱的味道，是不是？聪明，我说包子，你说饺子，还会举一反三，不赖呀你！嘿，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我忘了。好了好了，小子，既然你明白了，那就快去练习吧。等等，游刃大叔，你说要找和自己最接近的事物，那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一闭眼，第一时间出现在自己脑海里的东西。一闭眼？别犹豫，快说，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饺子。你说饺子？我当初看到的是包子，你居然是饺子。你看到的是包子，那你的元气属性是属土啊。因为我看到的是我最喜欢的五谷杂粮包，五谷杂粮皆生于土嘛。你的饺子有没有什么特点呢？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很辣，因为我吃的饺子主要配料是3生草，味道很苦，所以辣妈就用辣椒来借味儿。搞什么？哪有人笨到用辣椒借味儿的？明明就该用糖嘛！喂，游不动，不准你这么说我辣妈。我说的是事实，不信你问我老爸。安静。小子，我有些问题问你。你说的饺子是不是叫3生饺子？是啊，游刃大叔，你吃过？那你说的辣妈是不是桃源镇开饺子馆的那个老板娘？是啊，游刃大叔，你认识辣妈？那你是不是叫做展翅？是啊。原来你就是他的骄傲啊！骄傲？游刃大叔，辣妈跟你说我是他的骄傲。是这样的，我一直听说桃源镇的辣椒远近驰名，所以昨天我下山采买，特地去了桃源镇。都说桃源镇的辣椒远近驰名，我倒要来看看有什么了不起的。是辣椒味儿，还真是香啊！辣不辣？辣不辣？怎么取这么个店名？实以味为鲜。作为一家饺子馆，居然没什么饺子味儿，不专业。殿堂这么小，中间居然还立一棵树，不协调。来了客人又没人招呼，没热情。哎，一句话。不行啊，不行！你说不行就不行啊？什么人？是谁呀？是谁扔的碗？哼，店里没饺子味儿，那是因为本店通风好，空气稀。店内一棵树更是本店一大特色，让食客仿佛置身大自然，带来全新用餐体验。另外，对你这种满嘴跑马车的所谓客人，我更没有必要搞什么热情招待。谁？给我站出来！早就出来了，就在你身后。小辣椒，
大包子。师妹。啊，师兄。哼，我当是谁呢？取辣不辣这么个没水准的破名字，又那么没素质的用碗扔我。想当初大家一起学厨艺的时候，你的白案技法那是拿不出手的。现而今，想必也没什么人来光顾你的小饭馆吧？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别逞强了，实话实说，你这儿也就辣椒味还算地道。想必是因为饺子做不好，所以用辣椒来冲味儿吧？谁说我饺子味道不好了？我饺子馆生意好得很，我的辣椒用的那也叫一个恰到好处。你要不要尝尝啊？不必了，我怕吃完拉肚子。这样吧，我还有事要办，你店里的辣椒送我一些吧。好说，10文钱一串。怎么，你跟师哥也要钱？太伤感情了吧？交情归交情，生意归生意。我可是大主顾，童叟无欺。打个折吧。谢绝还价。没你这么宰人的。少1文钱也不行。小辣椒，多年不见，你还是这样的牙尖嘴利，外加小气。大包子，多年不见，你还是那么的爱贪小便宜，外加讨厌。想当初，我和你辣妈曾经一起学厨，后来我来到了9公岭，便和她断了联系。哎，不过在这一番友好的叙旧之后，哎呦，这还叫友好？别插嘴。在一番友好的叙旧之后，我们谈到了你，展翅。谈到我？没错，展翅，你听好。小辣椒告诉我，如果在9公岭见到你，一定要让你知道你是他的骄傲。希望你在9公岭好好修炼，照顾好自己。还有，他十分想念你。老妈。我现在终于反应过来，你身上的味道和小辣椒完全一样，全是辣椒味儿，怪不得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呢。好了，切回正题，你刚才说你第一个念头是3升饺子，那么你的5行属性很有可能和3升饺子差不多。真没想到，辣妈的3升饺子还能给我的修炼带来这么大帮助。刚才忘记说了，他时不时还会亲自上山去采3升草。而且他还和我约定，以后我每次到桃源镇都要帮你带一点3升饺子。辣妈亲自帮我采3升草？是啊。辣妈。不好意思啊，换一碗。所以说，你要真想报答你辣妈的话，那就刻苦修炼吧。我这就去。还有一点你要记住，要用心的、投入真情的去修炼。投入感情？没错。看到我刚才劈的那些绊子了吗？那就是我投以真情劈出的绊子。当然，这绊子首先来自我以真情种出的树，最后帮助我烧出一份投入真情的饭菜。只有这样的饭菜才是真正的美味。明白了吧？我明白了，谢谢你，游刃大叔。游不动，你好人做到底，陪他一块儿去练习吧。啊，真的吗？不用我帮你打杂了？给你放1天假。展翅，我们走。小辣椒，你放心吧，展翅这孩子一定没问题的。我以后可以打着展翅的旗号多拿点辣椒了。展翅，你就使劲想3升饺子，想那种味道，想那种口感，要不了多久，你应该就会看到轮廓内的颜色了。真的吗？相信我，我就是这么干的。怎么全是辣妈呀？3升饺子呢？快出现吧，3升饺子！怎么又是辣妈？看到了吗？是什么颜色的？没看到，满脑子都是辣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一想到辣妈为我上山采3升草，我就觉得放心不下。那怎么办啊？我想下山，劝辣妈不要为我去采草。是什么？下山？你不练纳气了？纳气嘛，等我回来再接着练吧。可下山麻烦着呢，你得先向伊恒希老师提出申请，然后伊恒希老师需要请示破阵统领，等破阵统领同意了，你才能下山呢。那得花多少时间呢？喂，你那个辣妈到底是你什么人呢？辣妈？
虽然我只是辣妈手养的孤儿，虽然辣妈平时很凶，但是我知道辣妈其实很疼我，就像妈妈一样。这样啊。好吧，我决定了。你决定什么？你不是着急要下山吗？我决定了，好人当到底，我不给你抖出去。你快走吧。游不动。不过我可告诉你啊，要是被发现私自下山，可是会有重罚的。你想清楚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担心辣妈。我要走了。你快去快回啊！知道了。你没事吧？没事，再来。好了，今天的修炼就到这里。不知道展池练得怎么样了？展池人呢？怎么不见了？分头找找，一会儿还在这里碰头。是。都找过了，还是没有。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跟展池的元气掺杂在一起的，好像还有游不动的元气。游不动？你们先回宿舍，展池我来找。打烊了，打烊了！想吃饺子，明儿请早吧。辣妈，开门呐！是我呀。展池，你怎么回来了？辣妈，哎呀，展池，真是你呀！你到9宫岭了，真成了霞兰了。哎呀，让我看看。哎呀，怎么好像瘦了呀？是不是吃的不好？哎，等等，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该不会是犯了什么错误，让人家给除名了吧？才不会呢！我是因为什么？因为犯错误让人家除名了。都说了不是了，那你倒是说因为什么呀？因为有任大叔告诉我，你特意为我上山去采3生草，我担心你，才专门回来的。担心我？是啊，山路那么不好走。再说我这么大了，又不是小时候需要常吃3生草，干嘛？老妈，我是说真的，别为我上山采草了，好吗？瞧你这副认真模样，别听那个大包子胡说，我哪有专门为你采草啊？实在闲得无聊的时候，我才上山去逛一逛呢。放心吧啊。可是游刃大叔说，你还让他定期给我带3升饺子。我说的是饺子，谁说3升饺子了？他那张破嘴。哎，真的吗？当然啦。好了好了，难为你大老远的回来看我。来，快进屋，给辣妈好好说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哎，不过我真的觉得你瘦了很多啊。伊恩熙老师，你别怪展池，是我说帮他兜着的，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展池的体内兼有灵力和霞兰元气2种力量，理论上增大了被灵感应到的可能，可千万别有灵跟上他呀。真没想到啊！短短这些天，你居然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不过你总算是成了霞兰了。哎呀，瞧我，光顾着跟你说个没完，肚子饿了吧？我给你煮吃的去。不用，老妈，我下山的事别人不知道，都是我朋友帮我兜着的，我得回去了。回去？现在？不行，都什么时辰了？天亮了再走。可是没有可是，天
听我的。什么声音？啊！傀儡，傀儡，傀儡怎么会到这儿来？辣妈别怕，我已经是侠兰了，绝不会让他伤害你的。倒霉，虽说我已经这4下侠兰了，可到现在我连自己的元气的5行属性都还没有找到。如果一味莽撞的去和傀儡硬拼，只能是拿鸡蛋去碰石头。绝不能让辣妈跟我冒险。辣妈，待在这里别动。怪物，我来跟你打。嘿。不许伤害展翅！叫你欺负展翅，叫你欺负展翅！老妈，小心！老妈，可恶！可恶，这样下去真的会完蛋的。小子，我告诉你一个窍门，要想找到自己的5行属性，最好先找到和自己最接近的事物的5行属性。你身上的味道和小辣椒完全一样，全是辣椒味。辣妈，你刚才说你第一个念头是3升饺子，那么你的5行属性很有可能和3升饺子差不多。你就使劲想3升饺子。想那种味道，想那种口感，要不了多久，你应该就会看到轮廓内的颜色了。想那种味道，想那种口感，想那种味道，想那种口感。饺子，辣妈，红色的，你的颜色原来是红色的。辣妈。一定会保护你的。到我家来撒野，找错了地方。哎！终于出来了。伊恒熙老师，你怎么来了？哎，我怎么感觉这么累呀？展翅，展翅，感觉好些了吗？老妈，伊恒熙老师，你怎么会在这里？游不动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对了，辣妈，你没事了吗？我不过是一时晕了过去，没什么事。那个钟灵呢？我已经解决掉了，那个被附体的人也送回家了。可是我怎么会晕倒啊？你被傀儡攻击受伤，再加上你是在情急之中悟出了纳气和聚气，甚至完成了最后的蹦气，对你来说负荷不小，所以晕倒也就不奇怪了。是这样啊。哦，对了，伊恒熙老师，我的元气是红色的，那是火属性。展翅，你好好休息，明早我们返回9公里。是。辣妈，答应我，别再上山采草了。快走吧你，我要干什么和你无关，你好好的修炼吧。
易恒熙老师，我们才回到9公岭，到这里来干嘛呀？你马上就会知道。难道真像游不动说的，我会因为下山受罚吗？不怕，反正我又没有做错什么。怎么是他？把你的霞蓝蝶交出来！什么？怎么，你还没跟他说过？也好，听着，展翅，你未经许可擅自下山，一律要对你进行处罚。为什么要没收我的霞蓝蝶？为什么要没收我的霞蓝蝶？啰里啰嗦的，赶快交出来！不，我不改。易恒熙老师要开除我吗？懒得跟你废话。这不过是例行公事，等接受完处罚，你还会有机会取回你的霞蓝蝶的。我又没犯什么大错。没犯大错，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你懂不懂？9公岭的秩序是靠大家来维持的，要是谁都像你一样，遇事就惊慌失措，擅自行动，9公岭的秩序还怎么维持？可我还救了我辣妈呢！还敢犟嘴！先不说你辣妈为什么会遇到危险，我问你，连最基本的元气驾驭术都没有掌握，你怎么救人？你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你以为凭你自己的力量，真能对付那个傀儡吗？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把霞蓝蝶交出来吧！等一等。霍震统领，告诉我，展翅，为什么一定要成为霞蓝？不想说吗？好吧。我是个孤儿，从记事起，我就和辣妈还有莫姨姐姐在一起生活。可是我5岁那年，姐姐却被坏人捉走了，到现在依然下落不明。记得姐姐对我说过，霞蓝是英雄，是保护所有弱小者的英雄。所以，我向辣妈保证，我一定会救回姐姐。所以我一定要成为霞蓝。很好，想要保护别人，就先拥有保护别人的力量吧。不然的话，要救你的姐姐，要保护更多的弱小者，都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破阵统领，我愿意接受处罚。赵龙，剩下的就交给你了。哼，现在我宣布，从即日起停止你一切训练，罚你去食堂帮蒸包子，直到我满意为止。蒸包子，直到你满意为止。哼哼，没错，直到我满意为止。而且到时候你会接受一个考验，只有通过考验，你才能拿回你的霞蓝蝶，明白了吗？明白了。那么，霞蓝蝶就暂时由你保管，记住，我一定会亲手把它取回来的。哎，他这是跟长辈说话的语气吗？什么？蒸包子还不让用绊子？没错，破阵统领就是这么交代的。不用绊子，我拿什么蒸包子呀？元气。元气？你不是火属性的吗？那又怎么了？拥有火属性的元气，就等于拥有火的力量。你就用你的元气来蒸包子吧。我说，别愣着了，这些包子要赶在太阳下山前送到其他店呢。元气还可以蒸包子，也不知是真是假，试试再说吧。记住，先纳气。红色。
色。不错，聚气过后是泵气，想着把手中的元气激发出去就可以了。想着把元气激发出去。哎，火大了，火大了！要适中展翅，蒸包子的火劲儿要适中。游刃大厨，麻烦你来一下。来啦！那我出去一下，你在这儿好好体会控制元气的感觉。半炷香的时间，包子就蒸得了。慢慢来，别着急。记住，要适中。适中？多大火候才叫适中呢？展翅！所有吃了包子的人都拉肚子了。怎么会呢？你这包子根本就没蒸熟。不会吧，游刃大叔，我蒸的已经够小心的了。要说没熟，也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不至于像你说的那么夸张吧？拉肚啊！不许狡辩。蒸包子是要投入感情的，你明白吗？明白。不，你不明白。你知道吗？一个美味可口的包子，它的人生目标就是给我们带来那无法忘怀的美味。但是他如此崇高的目标，却因为你这个家伙的不用心而毁于一旦。你说，你对得起这个美味的包子吗？游刃大叔，我现在真明白了。我保证以后好好的蒸，用心的蒸，一定会努力实现这个包子的人生目标的。这就对了，展翅，带着这种觉悟继续蒸包子吧。是。蒸。加把劲儿。是。别扭扭捏捏的，拿出你的激情来，再加把劲儿。是，加把劲儿。哎，等等，够了。什么？等等。我说，火大了。我知道了。难得你这么认真，好吧。我就教你一个用元气蒸包子的办法。元气取自万物精华，用法灵活多变。你可以把元气释放进炉灶里，用比较传统的方法蒸；还可以把元气一圈圈地绕在蒸笼上，由外向内传递热度，让包子更均匀地受热。好，我来试试。对了，控制住，控制住。哎，火小了，再大点儿。不好，又大了。看我干嘛？再来！
小子进步很快，现在已经可以熟练地控制元气了。这段时间麻烦你了。别客气，那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是时候让他进入最后的考验了。展翅，我听说了你这段时间以来的表现，现在能否重新取回霞蓝蝶，就看你自己的了。明白了，统领，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把寒冰内的孢子蒸熟，你就能取回霞蓝蝶。不过必须在不融化冰的前提下把里面的孢子蒸熟。把里面的孢子蒸熟，还不能融化冰。展翅，准备好了吗？既然不让我把冰融化掉，那我就干脆打碎它。我随时都可以开始。很好，那就开始吧。嗨！呀！展翅，加油，使劲儿啊！这么打是没用的。啊？为什么？这不是普通的冰，而是用上乘的霞蓝树制造出的水砍寒冰。如果单凭蛮力去击打，以展翅目前的实力，他永远也打不破。啊？那怎么办呢？展翅火属性的元气倒是能融化冰块，可统领又禁止用这个办法。看来展翅必须另辟蹊径才行。另辟？往哪儿辟啊？分明就是故意为难展翅嘛！这么安排，一定是有他的道理吧？是啊，尤不懂，别嚷嚷了，好好看着吧。可恶！我蹦出所有元气，也打不碎这冰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从外面打不碎，为什么不试试把孢子从里面蒸熟呢？什么？隔着冰把孢子蒸熟？这怎么可能呢？不试试怎么知道呢？记住，闭上你的眼，打开你的心，细心去发现问题的关键。闭上眼，打开心，去发现问题的关键。好。静下来，想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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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还是想不出办法。刚才孢子晃动了一下，难道这块寒冰是空心儿的？那这孢子……他在干什么呢？累了吗，展翅？他发现什么了？怎么回事？这个光是太阳。终于发现了吗？怎么太阳一出来，这个孢子就变得这么亮呢？哦，我明白了。但是，怎么才能让光芒更强烈一点呢？元气取自万物精华，用法灵活多变。你可以把元气释放进炉灶里，用比较传统的方法蒸；还可以把元气一圈圈地绕在蒸笼上，由外向内传递热度，让孢子更均匀地受热。有了，
我就用元气来制造光芒，传递热量。只要我控制好元气的量，就可以让光传递进去，而且还不会融化掉冰。战池这是要干什么？蒸包子。蒸包子。战池隔着冰怎么蒸包子啊？利用火属性元气发出的光，穿过冰墙，再聚集到寒冰中的包子上，给包子加热。展翅已经发现这块冰的秘密了。秘密？什么秘密？是啊，什么秘密啊？我怎么没发现呢？其实这块寒冰的内壁一开始就做成了可以聚集光芒的形状，冰块中间是空的，而包子也是依靠元气悬浮在冰块中心的。展翅需要做的就是发现这些。原来是这样，展翅发现了水砍寒冰的秘密后，就利用元气发出的光加热包子。真难为他，竟能想出这种办法。不好，元气释放的太多，这样冰会被融化掉，要收回一点才行。现在差不多了。这就对了，火劲适中，展翅一定要撑住啊！好了，统领，我通过考验了吗？不急，先尝尝你蒸出来的包子吧。那是展翅的霞蓝蝶。这就是说，展翅通过考验了，太好了！破阵统领，我终于明白您的用意了。这段时间我天天蒸包子，已经能熟练地驾驭我的元气了。更重要的是，您让我懂得了很多。说说看。闭上眼，打开心。我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了。遇到困难，换个方式，用心去感受，仔细地分析，任何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就都有可能实现。巨大神通皆济世，展翅，记住这句话，想保护别人，先要拥有保护别人的力量。荒郊野地100里之内没有霞蓝。我的灵术是前进9公里的关键，现在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绝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把监视范围扩大到7星中，发现任何异常，立刻通知我。是。
那是仲灵，得尽快上报9公岭。哎呀，哎呦，疼！尽快派霞兰前来七星中。好香啊！哦，奇迹，我们今天吃豆糕吗？不是我们，是我。要吃你自己做。真不知道这张桌子是给人用的，还是给鸟用的。这可不是一般的鸟啊！别看它小，它可是9公岭训练的海东青，飞得又高又快，很厉害的。跟9公岭联系全靠它了。一定要尽快送到啊！看来灵的活动变得频繁起来了，连七星种竟然也发现了灵的踪迹。唉，山雨欲来呀。对了，展池怎么样了？总体来说状态不错，各方面都提高了不少。不过，按理说，霞兰在掌握元气驾驭术后，很快就能发动回神闪电。现在陈月和千钧都已经学会了，可展池却……我怀疑这和他体内的灵力有关。他的情况特殊，你多费心吧。那么言归正传，这次七星种的任务就交给赤田殿了。是。总之，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时间紧迫，我们这就出发。太好了，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执行任务了。哦，对了，我还有东西给你们。东西？什么东西？9公岭有个传统，每一个霞兰在第一次执行任务前，都会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个小礼物。这个耳坠很精致呢。怎么样，喜欢吗？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呀。喜欢，易恒熙老师亲手做的，当然喜欢了。真好看，谢谢老师。嚯，我这护腕上还镶了一块石头呢。这什么东西呀？怎么那么像霞兰印呢？我的指环上也有。这是霞兰玉，是9公岭独有的一种玉石，里边的印记是天然的。你们每个人的礼物上都镶嵌了一颗霞兰玉。哦，这么回事啊！好了，抓紧时间，我们出发吧。是。对了，易恒熙老师，我们到底要去什么地方？七星种。七星种？那里因为有7个排列成北斗七星状的岩石，因此被称作七星种。从前住过一些人，不过现在已经荒无人烟了。既然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为什么灵会出现在那里？这正是我们要去调查的原因。这里居然还有条路呢，真是隐蔽啊！这是通往七星种的必经之路，因为很少有人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条路已经被植被挡住了。好了，都跟上。是。哎呦，展池，你慢点儿。没事，不小心而已。哎呦，这
什么破路啊？怎么这么滑？真的很滑。我都摔成这样了，你还不信呢？真是。这条路上长满了青苔，所以走起来才会打滑。玉痕熙老师怎么不会滑倒呢？把元气聚在脚底就行了。原来是这样啊！早说嘛！好，咱们也试试吧。嗯。脚上怎么聚啊？通常我们发动霞兰术的时候，会将元气聚在手上。聚在手上？您该不会是要我们拿大鼎赶路吧？老师，还要走多久啊？不远了，再加把劲儿！1、2、1、2、1。别捣乱！好疼！现在，我要求你们先把元气集中在脚掌上，然后再分散至每个脚趾，通过元气将脚趾与地面紧紧地连接起来，这样就不会滑倒了。哦，原来是这样啊！听上去倒像那么回事儿，那就试试吧。刚开始可能会有些困难，因为你们已经习惯了自下而上的运气方式，现在突然要逆行运气，难免会有些不适应。不过，这也是一种修炼嘛。成功了！小点就小点吧，总好过没有。记住，落脚的时候要泵气，抬脚的时候就要注意收气了。那要是不收气会怎么样啊？棒槌，那你不就站在地上不能动了吗？哦，好，继续走吧。明天一早一定要赶到七星冢。是。太极霞兰一痕溪，这是通往七星冢的必经之路。为什么霞兰会在这里出现？必须把情况告诉纣。在七星冢外有霞兰出现，为首的是太极霞兰一痕溪。一痕溪。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他，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里？还不清楚。兵术准备期间，我无法离开这里。待准备完成后，我要带着这些土回去。如果那时遇到一痕溪，就麻烦了。破，想办法缠住一痕溪，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接近这里。告诉贾叶大人，请他派人前来增援，尽量绕开七星冢。遵命。一痕溪。派去七星冢的众灵怎么还没回来？
干嘛？七戒，你又把我的霞蓝蝶扔了吗？没有。哎，那你看到它放哪儿了吗？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这2天去哪儿了？就上哪儿找去。我都去哪儿了？昨天我在七星冢发现了一个众灵，难不成掉在七星冢了？不行，必须让七戒赶紧离开家。如果那个众灵发现了我的霞蓝蝶，肯定会根据上面我的气息找到这里的。与其让七戒跟着我跑，还不如我自己把众灵引开，这样众灵最多找到我一个人。伊恒西老师，您看到了吗？我已经可以自由的逆行元气了。不简单，没想到在这个方面，居然是他进步最快。喂，你能不能快点啊？这种速度，天亮前怎么能赶到七星冢呢？展翅，干嘛？当心树。什么？我叫你当心那棵树。知道了。已经走了很远了，即便是众灵捡到了我的霞蓝蝶，应该也不会往家的方向去了。可万一真的碰上众灵，我要怎么脱身呢？有了！哇，这气味足够干扰众灵了。搁哪儿呢？不管了，就这儿吧。喂，看这儿。别过来！啊！走开！别过来！啊！不像啊。什么？这个，陈月，怎么你这次画的和这个实物有点不一样呢？我记得霞蓝选拔前分组的时候，你画的那个石狮子画的就很像啊。是这样的，以前呢，我只是释放元气，然后在画本上描摹下被元气覆盖后的东西。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后，我已经能大概探知出这个东西以前的样子了。喏，以前的样子，那么厉害。只不过现在还只能画出粗略的轮廓而已。原来这个石屋以前是这样的。展翅，陈月。啊，来了！再往前一些就到七星冢了，秀探的家应该就在那附近。秀探是什么？秀探就是9公里的密探，专门在外面收集有关灵的消息，上报给9公里。这次通知我们来七星冢的，正是负责这里的秀探，叫齐磊。原来9公里还有这样的成员呢，那他们厉害吗？算哪一种等级的霞蓝呢？他们不算是霞蓝。你们也知道，拥有霞蓝印记的人都有参加霞蓝选拔的资格，但是没有通过霞蓝选拔的人并不在少数。一部分没有通过选拔的人会选择成为普通人，这样的话，
他们会被抹去霞岚印记，以及一切关于9宫岭和霞岚的记忆。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样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的选择介于霞岚与普通人之间。他们虽然也被抹去了霞岚印记，但是却保留了关于霞岚和9宫岭的记忆，成了锈炭。这些石头长得好奇怪呀！伊恒西老师，为什么这里的巨石都长得奇奇怪怪的？这是长期风化的结果。风化？这里风很大，经常被风刮过的地方会慢慢凹下去。也不知道它以前是个什么样子。哎，对呀，陈月，不如探知一下这块石头以前的样子吧。你怎么净干这种无聊的事？别忘了，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哼，你怎么净说这种煞风景的话？探知一下又怎么了？陈月，不用理他，就当是练习探知能力了。那我试试吧。不过展池，时间间隔太久的，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嗨，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来吧，来吧。怎么，不行吗？我感受到了灵力。什么？你看我干嘛？这个灵力不是展翅体内的。陈月的探知没有错。哼，出来吧。齐磊，齐磊，他就是齐磊。可是他不是，怎么会？没错，就是他。看来他被灵附体了。你们准备好了吗？任务开始。这是你们的第一个任务，不要紧张，就像平常训练一样，先用回神闪电逼出傀儡体内的灵，然后根据灵的属性安排合理的战术，明白了吗？这个傀儡应该是我派出去的那个众灵附体而成的。哼，没脑子的家伙，居然敢招惹易痕熙，胜负已定了。等等，这正是一个观察易痕熙的好机会。也许我能从这场战斗中找出易痕熙的弱点，也说不定呢。想跑没那么容易。回神闪电！不行，这家伙很灵活。快闪开！你们可不能每次都指望有我在身后啊！把注意力集中在敌人身上。是。展翅，你去缠住傀儡。啊！又是我！谁叫你不会用回神闪电的？我说，没别的办法了吗？你到底干不干？好，我干还不行吗？哼，等着瞧吧你！有朝一日，我要是学会回神闪电，保证一天劈你8遍才解我心头之恨。喂，脸上画圈的那个家伙，有胆量就跟我单挑吧！展翅，抱紧了！少啰嗦，你快点来吧！回神闪电！啊！疼死我了！躲开！啊！展翅，你还好吧？
一定要学会这招。别跑！天杀的傀儡，我非抓住你不可！哪儿跑？哎！嘿，陈月，抓住他了！快用回神闪电呐！不行的，战池，敌人会劈到你的。为什么话？对呀！看来他已经有了觉悟了。陈月，回神闪电！这个被附体的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原来是他。这次有展池助攻。展池，你还行吗？当然没问题。现在是时候让他尝尝烈焰的滋味了。众灵在附体时能力会受到限制，现在众灵出来了，我们要更加小心。该小心的是他。往上跳，我倒想知道你现在还能往哪儿跳。干得漂亮！战斗结束。这几个娃娃虽然也有些实力，但并不构成威胁。真正有威胁的还是易痕熙。表面上他好像没有参与战斗，实则一直在暗中观察周围的情况。要不是我能隐藏自己的灵力，恐怕早就被他发现了。易痕熙老师，破阵统领收到你的密信，于是派我们前来调查。现在你感觉怎么样？当时我被众灵追赶，然后眼前一黑，身体也不听使唤了，然后就像做梦一样，我脑子里闪过很多以前的事情。那是众灵在搜集情报，他们不光把人变成灵，还会夺走被附体人的记忆。秀探掌握了很多9公岭的情报，一旦被附体，那是相当危险的。齐磊，以后你要多加小心。嗯，我知道了，谢谢你们救我。不用客气，我们先去你的住处，你把发现灵的事情详细告诉我。好的。展池，你来扶着齐磊。哦，来吧。啊，秀探不是没有霞岚挂印吗？你这是？这个是……展池，快点！来了。我记得这个秀探还有个弟弟。很好，有办法了。易痕熙，你的神坠是我的了。
你们都饿了吧？我这里没什么好招待的，吃点豆糕吧。哈，那我就不客气了啊！饿死我了！好苦啊！喂，我说你这里放了多少面起子啊？挑三拣四，装模作样，我看你还是不饿。吃饱了，吃饱了。真的吃饱了？再来点吧，千钧同学。对不起，我的手艺实在是太差了。没关系，你是嗅探，又不是厨师，别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再说了，我们又没指望你做什么珍馐美味，你们说是不是？好了，快吃吧，吃完好好休息。老师，不至于吧？你可以自己试试，不过后果自负。对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弟弟齐介，他做豆糕的手艺比我强多了。齐介，把你的豆糕匀给他们一半吧。这是给我自己做的。齐介，能分给他们一点吗？你也知道哥哥的手艺不如你。想吃自己做，饭还要分开做，你们俩可真够怪的。哦，对了，明天我会去七星冢附近查看，你比较熟悉这里的环境，就由你带路吧。哦，是，对不起，你们刚和众灵战斗过，本来想让你们好好吃一顿，没想到……哪里，你这豆糕做的也算不错了。虽然面起子放的多了点儿，但是很酸啊，不，很香啊。我这人什么事都做不好。昨天本来是想把众灵从家里引开的，可还没等藏起来，就被那家伙发现了。你可别这么说，我第一次见到众灵的时候，比你还慌呢。你还能引开他，很了不起了。我知道你是在鼓励我，谢谢你，展翅。你不要谦虚了。啊喂，你叫齐介是吧？你知道吗？你哥哥可是很勇敢的哦。他才不是。你说什么？他只会说大话而已，什么也做不好。哼，还说什么把众灵从家里引开，分明就是在给逃跑找借口。你怎么这么说你哥哥？他可是为了保护你，不让你受牵连，才故意跑出去引开众灵的。得了吧，他这种懦夫能做出这种事才怪了。懦夫？如果你哥哥是懦夫，他就不会为了保护你，冒着被众灵发现的危险跑出去。如果他勇敢的话，我也就不会失去妈妈了。都是因为他，妈妈才离开了。都是因为他，说什么他是勇敢的人，我绝对不会相信的。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别介意啊。我弟弟就是这个样子。自从那件事发生以后，那件事发生了什么事？能跟我们说说吗？我和弟弟从小跟着妈妈在这里生活，那时这里还叫七星村，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我的手上也有霞岚挂印，听说有这个印记的人就有机会成为霞岚。可是我以前很胆小，也不想面对残酷的战斗，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参加霞岚选拔。直到有一天，灵袭击了这里，村民们曾经试图反抗，但没有用。最后，我们都被迫纷纷逃走，背井离乡，这里也就变成了现在的七星冢。在逃亡途中，我们一家被一个灵跟上了。那时候我还天真的以为他会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妈妈，保护我。当时我吓坏了，站在一旁
动都不敢动。后来，哥哥，快救救妈妈！救救妈妈！妈妈为了保护我们，把那怪物撞下了悬崖，她自己也跌落了下去。要是那时候我是霞兰的话，我就能保护妈妈，保护我们大家，妈妈也就不会。你现在说的好听，你做出这副样子，他们或许会同情你，可我不会。你曾经有机会拥有那种力量，可是你却放弃了。说什么你现在变得很勇敢，别骗人了。话说回来，就算你现在再勇敢，有什么用呢？妈妈已经不在了，这都是你的错。你给我闭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只知道抱怨你哥哥，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展翅，别这么说。以前我也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失去了对我很重要的姐姐。那时候，我也曾感受到恐惧，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不想再经历这样的痛苦，于是我发誓，一定要成为一名侠岚。总有一天，我要救回我的姐姐。我相信，齐磊和我一样，心里充满了自责和痛苦，所以他才鼓起勇气成为一名秀探，无时无刻不在冒着危险为9公岭传递消息。虽然这样做挽回不了你妈妈的生命，但是他至少做出了改变。而这些年，你又做了什么？除了怨恨你哥哥，你就从没想过靠自己的实力去保护你所珍惜的人吗？别说了，我不要听。我知道，你们是一伙的，你们只会向着他。琪姐，展翅，琪姐比你小，你不该这么凶巴巴地说她。展翅说的是事实。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种样子，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先别说这些了，我们快去把他追回来吧。不用了，他每次跟我生气都这样。展翅，谢谢你替我说话。其实齐介说的没错，如果我能克服我的懦弱，早一点成为侠岚，或许妈妈就不会。从妈妈跌落悬崖的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痛恨自己，恨自己的胆小懦弱，恨自己没有力量保护妈妈和弟弟。于是，我就去9公岭参加了侠岚选拔，但没想到，最后只是成为了一名秀探而已。我的侠岚挂印被抹掉了，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我就自己做了一个侠岚蝶，还在手上画了一个挂印。我只能靠这些来欺骗自己，掩盖我内心的懦弱，逃避现实。这个你也别太责怪自己了。是啊，我相信你心中对妈妈的思念，对琪姐的关爱，还有你为她所做的一切，总有一天琪姐会明白的。如果你妈妈还在，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琪姐，这块青玉从妈妈小时候就一直带着了。想妈妈的时候，你只要握紧它，就能感觉到妈妈的温暖。妈，我好想你。妈妈，你告诉我，我是不是也该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护你？
大家喝点水吧。这么久了，齐姐怎么还不回来呀？齐磊，真的不需要去找她吗？没事的，估计还在生气吧，再等等就该回来了。是齐姐回来了吗？你瞧，我说什么来着？这不是回来了吗？妈妈，妈妈，真的是你吗？我回来了。她就是齐磊和齐姐的妈妈。妈妈？不对呀，齐磊不是说他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吗？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那天晚上，你和灵一起摔下了悬崖，后来我和齐介下到悬崖底部，可是那里什么也没有，我还以为你已经……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身处一户陌生人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外乡商客，途经悬崖谷底时，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当时我昏迷不醒，胳膊和腿又受了伤，于是他们便把我救走了。醒来后，我才知道自己身处离家千里的村落，本想等伤一好就回来找你们，可是没想到一等就是这么久。都怪我不好。没关系了，都过去了。现在我不是回来了吗？你应该高兴才是啊。妈妈，你看，你说过，想妈妈的时候握紧她，就能感觉到妈妈的温暖。在妈妈离开的这段日子里，我每次想妈妈了，都会紧紧地握着她，盼望着妈妈能回来。现在，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真是太好了。从今往后，我们又能在一起了，真是太好了。希望我和姐姐也能有这么一天。易恒熙老师怎么了？难道他感觉到了什么吗？齐介，你妈妈好不容易才回来，现在一定非常疲累了。厨房的豆糕好了，快拿来给她吃点东西，然后好好休息一下吧。哦，是啊，妈妈你等着，我马上就拿来。还没做自我介绍，我是9公岭的霞兰易恒熙。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也做个自我介绍吧，破。啊，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的灵术要骗几个4象霞兰还凑合，不过你不会以为连我也能糊弄过去吧？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承认吗？不要！不准伤害我妈妈！齐介，她不是你妈妈。她就是我妈妈，她就是妈妈。妈妈回来了，哥哥，你快告诉他们啊！易恒熙老师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虽然我希望眼前的真的是妈妈，希望是真的，但如果不是，哥哥，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呀？齐介，快离开她，她是一个灵。我不相信。齐介，听易恒熙老师的话吧。你说什么？
可能不是。你住嘴！过去就是因为你的懦弱，我们才失去妈妈的。现在妈妈回来了，你为什么不相信？难道你还想再一次失去妈妈吗？可是，叶恒熙老师说，你宁愿相信这个陌生人，也不相信妈妈吗？也不相信我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永远都是这样，你永远不会改变。陆父，对不起，琪姐。是啊，琪姐，真对不起啊。易恒熙，太极侠岚，真是名不虚传。我本来打算先混进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你，然后再取走神坠。可看现在的情形，我已经没有再装下去的必要了。哼，那就换一种方式吧。追！怎么会这样？坏蛋，你逃不了了！逃？我才没有这个念头。妈妈，你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要说那些话？齐剑，你还不明白吗？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妈妈，而是比众灵还要高一等级的5败之一的破。她能使用灵术迷惑对手，并且能隐藏自己的灵力，不被对手发现。隐藏，怪不得刚才没有感受到她体内的灵力。哈哈，没想到我的名气这么大呀！但是，她刚才好像并不指望靠灵术迷惑我。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恐怕你是想试探我的实力吧？哼，厉害！我的想法全被你猜中了。那就进入正题吧，交出你的神坠，否则这小子可就……你别乱来啊！告诉你，还没等你动手，易恒熙老师就会瞬间把你解决掉。哈哈哈哈！我当然知道，易恒熙的速度在太极侠岚当中都是数1数2的。可凡事总有万一吧，万一他失手了呢？易恒熙，这小子和神坠，你选哪一个？可恶，竟然用奇剑当挡箭牌！神坠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给你的，不过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现在放了这孩子，我保证放你走。易恒熙，你还是老实点。易恒熙，你真的……等一下，请你再想想别的办法，我不能再失去我的弟弟了，求求你，易恒熙老师，答应他的条件吧。齐磊，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哼，废话说完了吗？等一下，请你不要伤害齐剑，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说服易恒熙老师的。好，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1个时辰后，带着神坠到七星冢。还有，我不想看见易恒熙出现。齐剑。易恒熙老师，你再帮齐磊想想办法吧。是啊，他太可怜了，先是失去了妈妈，现在弟弟又……可是，神坠一旦落入到灵的手里，恐怕失去的就不止这几个人了吧？那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你真以为把神坠给他就能换回那个小孩了吗？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你们别吵了，还是听听易恒熙老师有什么打算吧。齐磊，把地图拿来。老师，你想到办法了吗？有一个办法，既能救出齐剑，又能保住神坠。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一举把破除掉。哇，一箭3雕啊！别高兴得太早，这得冒很大的风险，所以
我们必须精密布局。七星冢地形复杂，破先入为主，他在暗，我们在明。如果我靠近七星冢，很容易被他发现。这就是他把交换地点选在七星冢的原因。所以，要救出奇迹，保住神坠，并且还要在我不露面的情况下消灭破，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使用风讯千叶降龙。风讯千叶降龙。风讯千叶降龙是我的绝招，攻击距离很远，但我在七星冢外面很难确定破的具体位置，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破引到七星冢的那几块巨石上，让它暴露目标。可是那家伙那么狡猾，肯定不会跟着我屁股后面乖乖跑上去吧？没错，所以我会把我的神坠给你们，当你们见到奇界后，就把神坠扔到这里。这次这个神坠是真的吗？假神坠骗不了那家伙。我接着说，当破上到巨石顶去拿神坠的时候，我就会发动风讯千叶降龙，将他一举轰杀。不过，使用这招需要消耗大量的元气，短时间内我只能发动一次，也就是说，我们的机会只有一次。把破引到巨石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远离你们，因为风讯千叶降龙的威力大，攻击范围广。一旦破上到巨石顶，即使他想跑，也不可能跑出风讯千叶降龙的攻击范围。所以，一旦看见我发动风讯千叶降龙，你们就尽可能的远离那个巨石，保护好自己和奇界，明白了吗？叶文熙老师居然取出了真正的神坠，我们绝对不能出错。这就是易痕熙老师的神坠，月竹玉佩吗？看起来很普通嘛。你别看它表面上朴实无华，里面其实蕴藏了上古下来的精纯元气呢。你们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要用生命保护神坠。出发。奇界，这块青玉从妈妈小时候就一直带着了。想妈妈的时候，你只要握紧它，就能感觉到妈妈的温暖。妈妈，哼哼，谁是你妈？还不肯面对现实吗？那你听好，这个声音怎么会是你的妈妈？你现在明白了吧？我不是你妈妈，只不过你妈妈现在在我的身体里。你说什么？我妈妈在你身体里？她怎么会？她怎么到我身体里的？你别管，我只问你一句话：想救你妈妈出来吗？只要能救我妈妈，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很好，那我告诉你，想把你妈妈从我身体里救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依靠神坠的力量。依靠神坠的力量？没错。你能把妈妈还给我？我拿到神坠，你得到妈妈。很好。从这里起，我们就要分头行动了。记住，破很可能还会使用灵术迷惑你们，所以你们要时刻提高警惕。喂，你在哪儿？我们来了。神坠呢？神坠在我这儿，你在哪儿？先给我看神坠。倒是真的，可你们是怎么得到它的？易痕熙老师坚决不同意交出神坠，所以我们就联手把他弄晕了，然后取出了神坠。你们骗不了我，要从太极霞岚身上取出神坠，只有2种方式：干掉他，或是他自愿取出神坠。真的只有这2种方法吗？可恶，他怎么知道的这么多？这可怎么办？我们3人都是霞岚，自然有办法取出神坠。你既然不想交换，那就等着易痕熙老师来收拾你。我们走。哎，就这么走了？那等等。
把神坠给我。如果我把神坠给你，你真的能放了齐阶吗？好，给你。齐阶，快过来！我被困住了。沈之，你先留在这里，我和陈月过去救他。我才不在这里闲着呢，我也去。你还是留下来吧，一旦有什么意外，你好见机行事呀。那好吧。一切照计划进行，等他爬到巨石顶，就进入叶痕熙老师的攻击范围了。别怕，我们这就救你出来。还真结实。展翅为什么不过来救我？让他也过来帮忙吧。展翅，快来帮忙！哼，最后还不是需要我帮忙。来了！活该，把你摔下去更好。这不是齐界的吗？为什么会从破的身上？齐界只有一块玉，但怎么破的脖子上也挂着一个？这是怎么回事？记住，破很可能还会使用灵术迷惑你们，所以你们要时刻提高警惕。他们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呀？怎么会这么笨手笨脚的？我明白了。展翅，你还愣着干嘛？快来帮忙！快离开他，他才是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哼，本来我可以把那小子也骗过来的。我把自己变成了这小子的模样，把他变成了他妈妈，然后让他去帮我拿神珠，既能避免众女的埋伏，还能利用这小子的外表轻易地困住我。哼，虽然你没中计。不过现在就剩下你一个菜鸟侠兰，也不能对付。敢说我是菜鸟侠兰，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你敢动我一动，他们就没命了。展翅，别管我们！叶痕熙老师还不知道那是齐阶，你快去救他呀！齐阶，快下来，危险！哈哈哈哈！我就知道。不会这么轻易的把神坠给我，看来果然有用。那么你是要和我打，还是去救人呢？不行，再要救齐阶就来不及了。这两位居然想从叶痕熙的手底下救人。腾讯，千叶降龙。齐阶，危险！怎么回事？展翅想干什么？喂！灵术露出了破绽，本来我还考虑用其他的办法夺取神坠，没想到那家伙会为了救一个外人而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太天真了！哈哈哈哈哈！不会的，展翅不会有事的。别那么苦着脸，我马上就送你们跟他见面，然后我只要在那边的废墟里取出神坠，就大功告成了。
哈哈哈哈！我已经尽力将千叶降龙的攻击点移开了，但愿展翅他们不要有事。展翅为什么要在关键时刻扑倒目标？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了。消失吧，霞兰！该消失的是你！这股元气是展翅，太好了！有意思，居然还活着。坏蛋，看你现在还有什么诡计！哼，别高兴得太早了，给我消失吧！我已经说过了，该消失的是你！有啊！哼，看不出你还是有点实力的嘛。不过凭这点道行就想击倒我，你这娃娃还嫩点儿。你害死了兄弟俩的妈妈，又利用他们对妈妈的思念欺骗他们。你这个坏蛋，我不会放过你，我一定要打倒你！呀！这怎么可能？我居然会被一个小小的霞兰，这不可能！打倒他了吗？怎么，这就是破的本来面目吗？太好了，灵术解开了！展翅，你打倒他了！你们都没事吧？嗯，我们没事。展翅，神坠呢？在你那里吗？嗯，放心吧。没想到被这家伙给救了。不过这一次，他的确干得很棒。妈妈，你说过把妈妈还给我的，你还我，你还我！妈妈。你别走，你别走，妈妈！这样，为什么还要让齐剑再一次看到妈妈的离去？虽然眼前的一切并不是真的，但是这真的太残酷了！这个坏蛋，临死还要欺骗齐剑，看我不打烂了他！嘿，易恒熙老师，抱歉。我来晚了，你们都没事吧？妈妈，跟我来。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这里寸草不生，终年无雨，
按理说任何植物都不能生长，可是你种的花为什么不会枯死呢？山鬼瑶，花是不会枯死的，枯死的是心。有意思。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没什么，只是看看你这里进展如何。一切顺利，不过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神坠从他体内取出来。很好，只要等我集齐了9个神坠，就可以唤醒穷奇了。哦，对了，这块神坠到手的事，要守口如瓶。你怎么把他们也带来了？破发来密信，咒的灵术准备已经接近尾声，但现在七星中却发现了霞兰的踪迹。散和亥会和你一起出发，去保护咒的灵术顺利完成，并把它护送回来。我一个人就够了，不需要他们。哼，你不要小看他们。相信你过去在9宫岭有所耳闻吧？如果要用实力来划分的话，众灵之上是5败，5败之上是7破，散和亥与破商断一起，并称5败。他们只属于身为7破之首的我，实力绝对不一般呢。所以，此行还是让他们协助你为好。在七星中出现的霞兰有多少人？都是谁？调查清楚了吗？有3个生面孔，估计是4象霞兰。这倒不算什么。不过带领他们的是一个太极霞兰，是易痕溪。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不过，没有我在的话，一旦他被神坠反噬，神坠也会消失的。他要跟我一同前往。可以，你准备一下吧。散和亥会在谷口等你。易痕熙老师，你刚才说这次我们消灭的破远比普通的众灵还要厉害，是吗？没错，本来根据齐磊的报告，发现的只是普通的众灵，可没想到5败之一的破也在这里。我怀疑他们来到七星主是有所图谋。他们会不会是故意引起秀探的注意，让秀探上报9宫岭，从而设局等待霞兰的到来？如果能碰上易痕熙老师这样的持有神坠的太极霞兰，那就再好不过了。没那么简单，9宫岭霞兰众多，要遇上太极霞兰的机会不到1成。那他们会不会是有别的计划，无意中发现了易痕熙老师的到来，所以才来设计抢夺神坠？就怕是这样，因为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真正计划是什么。这样吧，明天你们跟我到周边巡查一次。是。哦，琪姐怎么样了？情绪好些了吗？已经睡着了。易痕熙老师，这次能救回琪姐，真是谢谢你们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表达我的谢意。不用客气，齐磊，明天我们要去周边巡视，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没问题。刚才你们讨论的时候我就听见了，我还在想，如果你不提出来，我就主动要求跟去呢。因为你知道，这七星冢周边的地形其实是很复杂的，有荒地、悬崖、沼泽，好在我都还挺熟的，应该能够帮上你们。
那么大家早点休息吧，明早出发。是。这么早叫我干嘛呀？展翅，你忘了，今天我们要去七星冢周边巡查呀。能请假吗？困呢。谁啊？是你呀？干嘛吓我？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早就……别这么说，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刚做的豆糕，快趁热吃吧。这小子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之前还和我吵架呢。人家对你好，你还不愿意啊？吵架？还提他做什么？那种事我早就忘了。忘了吗？忘了最好。易恒熙老师呢？应该就快下来了。哎呦，哦，好烫，好烫！是哥哥，我一大早就拉他来帮我做豆糕了。你们先吃吧，我再去做一点。他真的是奇界吗？完全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是啊，不过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是挺好，就是……我懂你的意思，好像有点太突然了，是不是？快吃吧你，吃完了就该出发啦。奇界，你看什么呢？这么开心？啊，没什么，看他们吃得那么高兴，我心里也很开心。是啊，这次真是多亏他们了。我也饿了，哥哥，我先去吃点。你按我告诉你的火候再做2盘吧。好。经过这次的事情，奇界反而变得懂事了。展翅，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吧。怎么一个一个都睡着了？易恒熙老师，吃点豆糕吧。哦，谢谢。怎么了？豆糕有毒。这不可能啊！这些豆糕是我和奇界亲手做的。这些盘子里的豆糕也有毒。他们什么时候昏倒的？我不知道。刚才奇界还说饿了，要出来和展翅他们一起吃点儿。不过有一阵没听到他们说话了。我要发动阵势帮他们解毒，这里太小了，帮我把他们抬到屋外。哦，是。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他们中的是灵毒，需要通过灵力来提炼，无色无味，很难让人察觉。可是，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在他们2兄弟做的豆糕里呢？展翅吃的豆糕应该最多，但他所在的光柱颜色居然率先变成绿色，他的恢复速度怎么会比其他人快那么多？是因为他体内有灵力，所以对灵毒产生了抗性吗？易恒熙老师，他们怎么样了？能恢复过来吗？这种毒的毒性很强，要完全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奇界，易恒熙老师，为什么奇界的光柱颜色和他们不一样啊？不会有事吧？我已经耗费了这么多元气，不应该一点恢复的迹象都没有啊！
奇迹。伊恒熙，我们又见面了。这个灵力是破，这怎么可能呢？它附体到奇剑身上了。回神闪电！是你下的毒？没错。躲开！伊恒熙，现在你什么都看不清，连我在哪里也无法确认，没办法再使用回神闪电逼我出来了吧？我亲眼看到破被斩枝消灭的，但奇界现在分明就是被破附体后的傀儡。他是什么时候完成附体的？而且，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感觉到灵力？是他隐藏了灵力吗？奇界又是为什么直到刚才才露出傀儡的特征呢？怎么，伊恒熙，有太多的问题想不明白吧？感觉很无力，是不是？刚才为了救你3个手下，你已经耗费太多元气了吧？顺便提一句，你真的认为这烟雾是我为了躲避你的回神闪电才弄出来的吗？哈哈哈！我不只能把灵毒融进豆膏中，也能把灵毒化为尘埃一般微小的颗粒，融入这烟雾之中。消失吧，伊恒熙！伊恒熙老师。伊恒熙，太极侠了，没想到会输给我吧？哼！眼前的明明是奇界，但是感觉却这样的陌生，不，简直是可怕。照这样下去，伊恒熙老师就怎么办？怎么办呢？哼，你的神坠，伊恒熙，归我了。住手！不准你伤害伊恒熙老师！哼，原来是你，真是难得，这么快就醒来了。我记得刚刚还在吃豆糕，后来睁开眼就看到伊恒熙老师倒在地上。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不是奇界，你究竟是谁？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哼，哈哈，9公岭没人了吗？怎么连你这种迟钝的家伙都能成为侠岚？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吗？展池，他是破。什么？他附体到奇界身上，在豆糕里施了灵毒。你、千钧和陈月刚才中毒昏迷了。伊恒熙老师为了给你们治疗，耗费了大量元气。后来在和破战斗的时候，伊恒熙老师为了救我，深陷毒雾之中，这才倒下的。这怎么可能呢？我当时那一拳明明把我打倒了，是吗？呵呵，你太天真了。这怎么可能？我
居然会被一个小小的霞兰。不得不承认，之前我确实小瞧了你。当时你那一拳的威力确实不小，不过你要是以为凭这点本事就会把我打倒了，那你就错了。你后来所看到的一切，那都是我精心计划中的一部分。可恶啊！居然让我这么狼狈！我一定要把你……这感觉是一痕息，好快的速度。现在他们已经夺回了神坠，我手上又没了筹码。以一敌众，我未必能在一痕息赶到之前解决这3个家伙。现在看来，正面交锋对我不利。这样也许能行。原来你变作奇界的妈妈，就是为了把他引到身边，而你就可以借机附体了。我早就注意到，这小子对他的哥哥有着很深的怨气。我变作他妈妈，制造了他妈妈再次离开他的一幕，因此他伤心至极，以致对哥哥的怨气再次上涌。而就在那一瞬间，我完成了附体。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附体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察觉？不妨告诉你，我的附体灵术可不像普通众灵那么简单。附体过程中，我能隐藏自己的灵力，那感觉就像是我在消失一样。再加上我可以让被附体的傀儡不表现出一丝傀儡的特征，所以你们无法察觉，那也是自然的事情。哈哈，你得意什么？一次次利用别人的感情，感觉很好是不是？那还用说吗？等解决了你这碍事的老鼠，神坠就是我的了。白日做梦！这一次一定要把你打得灰飞烟灭！小子，你真敢攻击我吗？别忘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已经不再是我用灵术制造的幻象，而是活生生的人。你每发动一次攻击，伤到的都会是他，而不是我。你可要想清楚了。对了，展翅。什么？回神闪电，用回神闪电呢？只要把那家伙从奇界的身体里逼出来，你就可以放手攻击了。可恶，这玩笑可开大了！为什么现在唯一可用的招数，恰恰是我始终也学不会的回神闪电？伊痕熙老师已经不能战斗了，这里会使用回神闪电的，就只有千钧和陈玉。我一定要拖到他们醒来。展翅，你在干什么？怎么还不用回神闪电？我不会呀！什么？九宫翎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可是我遇见的唯一一个连回神闪电都不会的霞兰。哼，这一次你输定了。哼，那可未必。我不会回神闪电，也不能攻击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困住。哼！你以为这种东西能困住我？这次控制元气，感觉非常吃力，是由于中毒刚刚恢复的原因吗？看招吧！展翅，展翅，你没事吧？放心，天塌不下来，在我的同伴们醒来之前，我是不会倒下去的。臭老鼠，哼，真难缠。齐磊，你听我说，千钧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醒来，咱们谁也说不准。再这么挨打下去，我们就完蛋了。你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但我知道，要是再不还击的话，
就真的输定了。战池，你冷静一点。你要是出手的话，奇界就会受伤啊。只有重伤傀儡，才有机会逼出附体的灵。齐磊，我现在真的顾不得那么多了，对不起。破，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让你抢走神坠。大言不惭，彻底消失吧！还是那句话，该消失的是你。只有一次机会，我一定要把破逼出来，彻底打倒他。呀哈！齐磊，你干什么？要不是我收住力量，倒下的就是你了。是，我求求你，千万不能伤害奇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你可是9宫岭的秀探呢。奇界现在是个傀儡，他已经不是你的弟弟了。要是不打倒他，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我知道，但是我更不想看到弟弟受伤。当初就是因为我的过错失去了妈妈，我不想现在又眼睁睁看着弟弟受伤却无所作为。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是秀探，我也知道奇界现在是个傀儡，但此时此刻我却怎么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算我闭上眼睛，我的心也在反复告诉我，我身后站着的仍然是我的亲人，我的弟弟。如果换作是你，战池，你能容许别人在你的面前伤害你的亲人吗？你说呀，说话呀！碍事的东西。奇界，齐磊，战池，不要伤害我弟弟。愚蠢的哥哥，不过我真要谢谢你的愚蠢呢，因为你，我躲过了一击，现在你们没机会了。哈哈哈哈哈！破，你这个坏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一点感觉也没有，这就是你所谓的愤怒的一拳吗？还是让我来教教你吧。快没力气了，哼，还不放弃吗？我说过，在同伴醒来之前，我绝不放弃。呀！嘿！呀！嘿！呀！对不起，老师，可是我已经彻底没力气了。对不起，陈月，不能保护你了。哼，你睡得倒舒服。奇迹，停手啊！吃吧，侠懒。
做，还有好多誓言没有兑现。展翅，你就到此为止了吗？快跑吧！碍事的东西，你也消失吧！齐磊，你在院子里做什么？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易恒熙老师和展翅怎么了？他们怎么倒在地上？七戒，这又是怎么回事？齐磊，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什么地方？我不是在齐磊家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消失吧，霞兰！难道我已经……不，这是个梦，我一定是在做梦。没想到，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真不敢相信。都是我的错，这么多年了，我只会连累大家。齐戒说的对，我是个懦夫，我一点也没变。如果不是我，展翅也不会。齐磊，可是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齐戒受伤。你别这么说，换做任何人，面对自己的亲人，面对那样的情况，谁都会难以抉择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了，现在还不是道歉的时候。不管是易恒熙老师，还是展翅，甚至是齐戒，他们的情况，我们目前都还不能下结论，不是吗？陈宇，刚才你也探知过了，易恒熙老师体内的灵毒正在缓慢地排出，这说明易恒熙老师正处于自我疗伤的过程中，恢复过来只是时间问题。至于展翅，虽然他的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但是体内元气和灵力的活动却比过去更为明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准。既然这样，我们就必须振作起来。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撤退。撤退？没错，我们沿来时的路，尽快返回9公里。就算易恒熙老师和展翅真有什么情况，回到9公里，也比待在这里的机会要大。齐磊，你跟我们一起来，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不安全。那我弟弟呢？齐戒怎么办？一起带走。这没问题吗？按照齐磊说的，齐戒现在还处于被附体的状态。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一路上带着他，感觉就像带着一个隐患。万一他突然恢复过来，我们会很麻烦的。不如用回声闪电把破逼出来。这点我也想过，但我认为不能冒这个险。你想，一旦我们用回声闪电把破逼出来，那么能够迎敌的只有我俩。可是，我们还要保护大家，这样的局面，获胜的机会非常小。听你这么一说，倒真是不能轻易使用回声闪电了。可如果齐戒在途中醒过来并攻击我们可怎么办呢？别担心，我已经想好办法了。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做妈妈常做给我们吃的豆糕。虽然我们从来没做过豆糕，但哥哥说不用担心，我们就按照记忆中妈妈的方法来做。没想到一麻袋的黄豆用光了，一晚上下来就这块看着能吃。这块
糕很香啊，来。可是妈妈，这是专门为你做的。傻孩子，我们是一家人嘛，既然是一家人，就要甘苦与共。有好吃的，当然要一起分享了。来，1、2、3。这好像是齐磊和齐介的过去。奇怪，我怎么能看到这种东西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又是什么地方啊？啊？齐介！怎么，齐介怎么会在这里？该不会他也……不对呀，齐介明明是被附体了，并且还打倒了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喂，醒醒啊！齐介，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不管那么多了，救他出来再说。咦呀！这到底是什么怪东西？灵煞！可恶！嘿！不简单吗？你居然到这里来了！呀！刚才心境之中先是一阵猛烈的震动，随后我便失去了对心境的控制。莫非和这小子有关？怎么回事？我怎么从这小子的身上感觉到了灵力？如果我的判断没错，这小子之所以能来到这里，应该和他身上的灵力有关。一个夏兰竟然同时拥有灵力，这倒是个新鲜事儿。不过无所谓了，不管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他挡路，那就在这里干掉他。哼！一个拥有灵力的夏兰，有意思。你怎么知道我有灵力？要是没有灵力的话，你是根本不可能到这里来的。你什么意思？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哼，看来你是误打误撞来到这里的。不妨告诉你，这里叫做心境。心境？心境就是人类的内心深处。这里是包含了心境主人所有欲念和回忆的地方。这些漂浮的东西都是世人皆有的欲念，都受到心境主人回忆的缺失而产生。其中善念会和产生他的回忆共存，引人向善，而恶念则会不断反噬产生他的回忆。这个小子因失去母亲的痛苦回忆，对他的哥哥产生了怨的恶念。这恶念早已开始反噬产生他的那些回忆，而我要做的只不过是加剧这个过程，让这个恶念加速反噬，直到将那小子的所有回忆吞噬殆尽。你胡说！没错，齐介对他哥哥是有些怨气，
但是兄弟之间的情谊，两个人一起成长的回忆，是不会，也不应该被遗忘的，更不能被你左右。不能被我左右。你们这些下兰所谓的附体，对于灵而言，就是察觉到世人心境中的恶念。我们借此恶念，再加上自身的灵力，便可进入心境，控制心境的主人，让它变成傀儡。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没有灵力是不可能来到这里的。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很快就知道了。那水珠是怎么回事？这可不是什么水珠，这是这小子的回忆，是那些和远的恶念有关的回忆。不管这小子藏得多深，在我的灵力作用下，这些回忆都会一一出现。而这个远的恶念，则能将他们统统反噬，化作这些黑气。等到最后一个回忆被吞噬，黑气完全填满时，恶念将会爆发，心境将彻底崩塌。失去了心境，他将不再是人，而是一只对我唯命是从的众灵。我不会让你伤害奇界的。说大话谁都可以，但当你看到这样的景象以后，我倒是很想知道你要怎么阻止我。这应该是他最后的一点回忆了，很快也将会被恶念所吞噬。你瞧，黑气马上就要充满了，然后就会，砰！只要我能在黑气充满前干掉你，奇界就不会有事。大刀，这话你自己相信吗？可恶，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过，要是能把这家伙从奇界身上打下来，说不定可以阻止反噬。好，就这么办。哼！竟敢正面冲过来，小子，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看你怎么躲！糟了，没路了！害怕了吗？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别忘了，恶念的黑气可是越来越多了。这么躲下去不是办法，要想接近破，必须掩盖他的灵煞攻击。放弃吧，绝望吧。这种东西就能挡住我的灵煞吗？臭小子，躲到哪里去了？给我出来！如你所愿。来！好，打中了。怎么回事？怎么吞噬还在继续？你以为把我打倒就能阻止吞噬吗？实话告诉你吧，对于这种吞噬来说，我只是个引子，只要催动它，后面的发展就与我无关了。现在大局已定，你就乖乖的等着看场好戏吧。啊！怎么会这样？难道真的束手无策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好了，可以出发了。千钧，这样没问题吗？是啊，不会伤到奇界吧？放心吧，我有分寸。来，把展池也放到推车上吧。
抓紧时间，我们走。好冷啊！这里怎么突然结冰了？没想到结冰居然能阻止回忆的水珠被吸入。只要恶念的黑气不被充满，七阶就不会有事。看来这家伙一时半会儿是出不来了。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吧，我可得干正经事去了。再快一点，我们要争取在黄昏前赶到青苔小路，要不然本来就不好走的路，天一黑就更加难走了。好像是冻晕了，奇迹，奇迹，别怕，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齐磊，这里路很滑，易恒熙老师就让我来背，你帮陈月一起推车吧。奇迹，奇迹，你在这儿干什么？奇迹，奇迹，奇迹！难道这是齐剑内心最深处的回忆吗？不，好苦啊！喂，我说你这里放了多少面起子啊？吃饱了，吃饱了。对不起。我的手艺实在是太差了。怪不得齐磊做的豆糕那么苦，原来那是他的眼泪。他每次做豆糕的时候，都会回忆起与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才……
原来是这样。消失了，夏兰。你怎么？哼，连你都困不住的东西，又怎么可能困得住我呢？胜负已定，你没机会了。没机会，你少胡说八道了。好像你的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吧，夏兰。现在你可以消失了。恶念终于出完了，这小子的心结很快就会坍塌，是时候离开这里了。下次见面，我们就是同类了。齐磊，你不能用元气包裹双脚，走这路要多留心脚下。我会小心的。这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奇迹！齐磊，小心呐！千钧，银河系老师交给我，你快去帮齐磊呀！谁砍？冰风破！得救了！齐磊，躲到后面去，不要出来。这里是？没错，这里就是那天晚上的悬崖。没想到我还会回到这里。这个坏蛋主动从奇迹的身体里出来，难道说他已经完成了附体转化？奇迹马上就会变成灵了。原来是你！没想到银河系被我打倒后，它的真实仍然具有解毒的效果，怪不得你能这么快醒过来。明白了，仙境之中的冰封是你搞的鬼吧？银河系呢？你不可能撇下它不管吧？这个你没关系。那就等把你干掉之后，我自己去找吧。
可恶！为什么总是这样？一遇到危险的时候，躲起来的人总是我，一点忙也帮不上。可恶啊！别这么想。嘘，别出声，他不会找到我们的。来，把你们的手伸出来。记住，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了。别担心，有妈妈保护你们。现在可不是发冷的时候啊！等到最后一个回忆被吞噬，黑气完全填满时，恶念将会爆发，心境将彻底崩塌。失去了心境，他将不再是人，而是一只对我唯命是从的众灵。哼，我才不管这坏蛋怎么说呢。总之，我是绝不会放弃的。奇迹，醒醒啊！快醒醒啊！奇迹，奇迹，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快起来呀！可恶，真的来不及了吗？这是什么？那坏蛋应该是离开了。难道这就是出口吗？如果现在离开这里，我就能脱险了，但奇迹就会变成众灵，到那时，奇迹就成了我必须要打倒的敌人。如果我现在留下来帮助奇迹，那外面的陈月他们，可恶！我究竟该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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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怎么办？我的灵力所剩不多了，只要尽快解决那小子，之后就还剩下那个叫陈月的夏兰和齐雷。而那时奇迹也完成了转化，要夺取遗恨系的神坠是再简单不过了。谁砍？冰风破！刚才就感觉到了元气和灵力冲撞的反应，现在更加强烈了。难道说那个破恢复过来了？对不起千钧，我必须保护好伊痕熙老师和展翅，你一定要撑住啊！千钧坚持不了多久了，我必须去帮他。竟敢跟我作对，消失吧，夏兰！我不会再胆怯了。臭小子，你不想活了？快躲开起来！担心你自己吧，夏兰。省省力气吧，马上就轮到你了。碍事的东西，消失吧。
姐。来得正好，起来，和你弟弟说再见吧。什么？他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种灵了。这不可能！你干掉他，干掉碍事的家伙，干掉你哥哥。糟了，这些黑气已经开始侵蚀奇迹的身体了。听我说，奇迹，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听见我说的话，但我要告诉你，魄已经离开了你的心境。如果我不去阻止他，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受害，还会有更多的亲人分离。我必须保护好神坠，保护好大家。所以，请你原谅我。如果你还醒不过来，我就真的必须回去了。但那个时候，我们将成为敌人。我将不得不亲手打倒你，我不想那样，不想那样啊！想想齐磊吧，想想你的哥哥吧，他可是你唯一的亲人，是不管你变成什么样，都会一直疼爱你的哥哥啊！齐磊，你干什么？要不是我收住力量，倒下的就是你了。展翅，我求求你，千万不能伤害齐介呀！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你可是9宫岭的秀探呢，齐介现在是个傀儡，他已经不是你的弟弟了。要是不打倒他，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我知道，但是我更不想看到弟弟受伤。当初就是因为我的过错失去了妈妈，我不想现在又眼睁睁看着弟弟受伤却无所作为。在你的心境中，我看到了你很多的回忆。我知道。你曾经看到过齐磊他的自责，那时你哭了，我能感觉到你当时一闪而过的念头，那就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一直保留着对你哥哥的感情，还记得吗？你妈妈说过，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了。虽然这条路上已经没有你的妈妈了，但是还有你和哥哥啊！难道你就甘愿变得和害死你妈妈的灵一样吗？可恶啊！齐介，你给我睁开眼睛啊！你给我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呐！你的记忆里全是你哥哥疼爱你、保护你的画面，全是你和妈妈、哥哥在一起时美好的回忆。你怎么能说忘就忘呢？这些绝对不是说忘就能忘的呀！是不行吗？齐介，哥，齐介。干掉你的哥哥，干掉齐磊，干掉他！你这是干什么？哥哥，哥哥，妈妈，把我的回忆还给我！
好了，奇迹。展翅，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快出去吧，我没事了。奇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你的心境，不过我现在似乎明白了，这或许意味着，只有进入你的内心，才能找到拯救你的办法。咱们外面再见了。展翅，你怎么突然醒了？我还以为你已经……哦，我没事，先不说这个。奇迹呢？奇迹在什么地方？好，你在这儿保护好易恒熙老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以后再跟你解释。奇迹，哥哥。奇迹，你没事了，真是太好了。对不起，哥哥，对不起。说这些干什么？怎么可能？这小子居然没有被转化，这怎么可能？都给我消失吧！消失的是你。臭小子，你怎么可能还活着？哼，惊讶吗？还有更让你惊讶的呢。喂，千钧，别在那儿趴着发愣了，快站起来，一起打败这个坏蛋吧！破，你为了将奇界变成灵，将他所有的回忆都挖了出来。可是你万万不会想到，恰恰是他埋藏最深的一个回忆，让奇界认清了自己，找回了自己。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当心！来吧，谁怕谁呀！好！展翅、千钧，你们千万不要有事啊！怎么可能？我居然会被撕下下来！哼，没想到我会败在你们手里。但是别高兴得太早，我会让你们统统消失的。不好！怎么了？他这是在干什么？他要自保，和我们同归于尽。啊！以我们现在的力气，肯定是跑不掉的。可恶！难道就坐以待毙吗？糟糕，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能把你们一并收拾掉，值了，值了！奇迹，来，把手伸出来。记得妈妈对我们说过的吗？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了。这次，该哥哥来保护你了。哥哥，奇迹，你认出这里来了吗？这里是当年妈妈遇难的那个悬崖。你说的没错，哥哥一直就是个胆小鬼。哥哥，你不是……就是到了现在，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我还是感到非常害怕呢。不过，哥，破，你听好了，虽然我不是霞兰，但我是9公岭的秀探，奇界的哥哥，齐磊。今天我要干掉你，为我妈妈报仇！啊！哥哥，不要啊！破！我绝不会让你再伤害我的家人！呀！可恶的秀才，可恶，可恶啊！哥哥，奇迹，
永远记住这一幕吗？你哥哥在最后关头拯救了我们所有人。他的名字，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我哥是最勇敢的人。那你们倒是拉我一把呀！哦。那帮家伙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这么快就要走吗？七星种的任务结束了，我们也该回9宫岭复命了。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随时可以出发。对了，伊恒西老师，你的身体真的没问题了吗？没问题了，你瞧，恢复如初。哦，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老师。啊，对了，那个，大家带上点豆糕吧。这可是哥哥亲手做的。哦，起来。我刚刚做好的，等你们路上饿了吃。好吧，那我先来给大家试试毒吧。哇，好香啊！齐来，这真是你做的吗？伊恒西老师，我们下一个任务是什么时候啊？这才刚做完一个任务，你就开始想下一个了？当然了，我的战斗状态可是正好着呢。伊恒西老师，这次你是没看见我表现的可厉害了。哈哈，是吗？说给我听听。好了，我们也回去吧。对了，琪姐。展池偷偷告诉我说，他在你的心境中看过什么最深处的回忆，那到底是什么呀？不告诉你，那是我的秘密。对哥哥也保密吗？哎呀，哥哥，你就别问了。喏，这还有一块豆糕，一人一半，不信堵不住你的嘴。好，好，好，不问了，不问了。不过，真的不打算告诉哥哥吗？哥哥，我开玩笑的，不问了，不问了。因为不知道做什么好，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做妈妈常做给我们吃的豆糕。虽然我们从来没做过豆糕，但哥哥说不用担心，我们就按照记忆中妈妈的方法来做。有好吃的，当然要一起分享了。来，1、2、3。哇，这么大一坑！还好那家伙爆炸的时候掉下悬崖了，否则现在肯定满地都是我了。哼，下次我可不要再退居2线了，感觉自己一点作用都没起。可别这么说，要不是你一直在板车旁边陪着我，我怎么能那么快醒来呢？陈月，不宜妄自菲薄哟。脸皮真厚的可以。你说什么？告诉你，我的耳朵可是很灵的。少吹牛皮了。你们2个能不能？你们3个，天色不早了，我们今晚就在林中过夜，明天起早继续赶路，返回9宫岭。是。好了，我们今晚就在这里歇脚。展池，你找一些干柴火来，包在我身上。陈月，你和千钧去找点水来。是。伊恒西老师，
干嘛安排他们2个一起取水？因为你最厉害嘛。哦，所以最艰巨的任务，只能由你独自完成了。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不推辞了。连那家伙都承认我最厉害了，嘿嘿嘿嘿。什么最强大，什么最艰巨，哼，又被那家伙忽悠了。已经捡了这么多了，再来点儿就差不多够了吧？好吧，就是你们了。什么声音？什么东西？喂，快走开！哦，原来是只兔子。喂，小东西，要磨牙一边去，别动我的柴火啊！嚯，顶风作案呢你！让你躲远点，听到没有？放开我呀！痛死我了！看我不抓住你！嘿，你倒跑得快啊！兔子，等着瞧！展翅这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咱们吃的也准备好了，水也打回来了，他10个柴火怎么要这么久啊？哼，这回我看你还嚣张！哼，只要你到了陷阱位置，我一拉动这根树藤，所有石头都会发射出去。嘿嘿嘿嘿。可恶，怎么会这样？关键时刻失灵。哼，别得意太早，我这儿有双保险呢。就算石头没发射出去，还有下一个陷阱等着你呢。中，中！哈哈哈哈！啊！这回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哎！啊！你别跑！兔子，等着瞧！到目前为止，进展的还算顺利。现在是关键时刻，绝对不能出错。枉你身为5败之一，居然会被4项下兰干掉！不，你这个废物！可恶！要不是现在脱不开身，以我七魄之咒的实力，但现在只能尽量把他们引开，确保这里不会被发现。援兵迟迟未到，我必须得做点什么了。这个展翅还不回来，不会是迷路了吧？我回来了。你干嘛去了？怎么看上去一肚子委屈呀？哎，别提了，我刚才做了个陷阱，
想抓只兔子回来打牙祭，没想到那兔子比狐狸还狡猾，2次都跑掉了。叫你捡柴火，你却逮兔子，怪不得回来这么晚。又不是我非要跟那兔子过不去，这家伙把我捡好的柴火弄得乱七八糟，我赶他走，他却咬我，所以我才给他下了个套的。那结果呢？哼，虽然这次让他侥幸跑掉了，但我还是没有放弃。回来前，我把陷阱改造了一下，挖得又深又大，就算来100只兔子也装得下。而且陷阱上面还加装了威力强大的落石，只要猎物进入陷阱，大石头就会砸入陷阱里，甭想再跑出来。喂，拜托你们对我有一点信心好不好嘛？我敢说，这一次那可恶的兔子肯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暂时只能召唤来这些了，剩下的灵力得保留下来，以确保灵术准备的顺利完成。你们5个出去巡查，一旦发现霞兰的踪迹，马上汇报。剩下的在这里守着，明白了吗？好香啊，可以吃了。战吃，你怎么不吃呀？我已经下定了决心，不逮到那只兔子，我一口东西也不吃。怎么，想学人家绝食呀？别瞧不起人嘛，陈月。我坚信我设计的陷阱一定能……你先等会儿再坚信吧。火快灭了，再去捡点柴火吧。啊，还要我去？上次就被你骗去捡柴火，这次我可不上当了。换人。战吃，捡柴火是你负责的，做事要有始有终。少来，再也不上你的当了。展翅，你要是实在不想去的话，就不用去了。你瞧，可不是我有始无终啊，这是易恒熙老师的意思。坐下，我有件事要问你。嗯。陈月已经对我说了关于你们与破战斗的过程，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昏倒之后的细节，所有的细节。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那应该算不上是昏倒吧。我当时被那家伙打得不行了，就连我自己也认为肯定完蛋了。但事实上，我只是进入了奇界的体内，一个叫做心境的地方。心境？你没胡说吧？当然没有。展翅，把你进入奇界心境后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不要落下任何细节。嗯。然后我就告别了奇界，尾随5败之魄跳入了一个紫色的螺旋，然后我就醒来了。再然后的你们就都知道了。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当时陈月感应到展翅体内灵力活动加剧，难道展翅进入奇界心境真的和他体内的灵力有关？展翅居然能和灵同时存在于奇界的心境，这么看来，手上有霞兰挂印，体内又有灵力，关于这一点你怎么看？不好说。体内有元气和灵力2种力量共存，这种现象我从未见过。如果非要让我说的话，我能想到的可能性只有1种。哦，说来听听。展翅的真实身份，很可能就是那时候与破阵统领商量时所想到的那一个。喂，你们别都用这种眼神盯着我嘛！我自己还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哈，抓到了，抓到了！等我把那只兔子捉回来，咱们再接着说啊。厉害，我的陷阱果然厉害。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这是……
这么巧吧？兔子没捉到，我居然逮了一个众灵！哼，还敢这么嚣张，我才不怕你呢！抓了只众灵回去，一痕熙老师他们一定会吓一跳的。原来是5个，哼，好啊，就把你们打包送给一痕熙老师当见面礼。哼，这种实力，干掉一只。嘿嘿，没打着，该我了。疼啊！疼死我了！这下麻烦了。那道绿光是……展翅，你怎么掉到陷阱里啦？糟了，被陈月看见了，真丢人呢。嘿，这个嘛，很明显是个意外，意外。别嘴硬了，如果我们没看到那道冲天的灵煞，估计你现在已经躺在自己挖的坑里了。你少绕弯子骂人啊！我可是以1敌5，5个众灵啊！被打败之后，灵鸦马上传讯，看来这些众灵是有目的而来，就好像一个军队中负责打探情报的卒。既然有卒，身后自然有帅。那为什么我们不跟踪灵鸦，找到帅的老巢呢？灵鸦速度很快，而且非常机敏，跟踪成功率很低，所以见到灵鸦，应立即消灭。陈月，发动探知，感应周边灵力的反应，争取找出帅的位置。是。纣派出去巡查的众灵都被干掉了，易痕熙他们正在搜寻他的位置。我们该怎么办？要我说，干脆过去干掉他们。我们此行的任务是确保纣的安全。那怎么办？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什么办法？找到了，东南方山脚，离这里不算远，有灵力的反应。之前我就觉得5败之魄出现在七星中十分可疑，虽然一直没有发现什么迹象，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曾经告诉过你们，如果用实力等级来对灵进行区分的话，众灵之上为5败，5败之上是7魄，5败只属于7魄之首贾叶。据我所知，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贾叶是不会轻易派出5败的。魄昨天才被你们消灭，今天这里就出现了这么多众灵，绝非偶然。我想，在得知魄失败的消息后，5败中其余的伤、散、断、害，很有可能也会出现。我们必须尽快调查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好饿呀！快吃吧，留给你的，不过有些凉了。谢谢。没想到这么快，你们的第2次任务就要开始了，准备好了吗？好，出发。等等我！怎么，我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元气正在靠近这里？难道说，我派出的众灵全部？你们
堵住门口，不管发生什么，不准后退半步。仅仅靠他们，肯定无法阻止易痕熙。可恶，援兵为什么还不来？易痕熙老师，我又确认了一遍，灵力反应就是这里传出来的。前方有一个结界，2股灵力交织而成，属性为金和土。你们后退一些。封锁入口的结界是用我的灵力铸成的，即便是在七魄之中，我的灵力也是最难探知的一个，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哎，这儿有个洞口。你们3个跟紧我。是。给我上！是你？迦叶要我来协助你，完成灵术的准备。哼，你好大的胆，竟敢破坏我的结界！我可以给你个更好的。废话少说，易痕熙可能发现我了，你去解决他。已经解决了。我早就说过，对付霞兰必须干净、利落、迅速，让他们没有反击的余地，就像现在这样。破那家伙自以为他的幻身灵术很厉害，却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败在了4项霞兰的手上，亏他还是5败之一。不过，谁要是用破的实力来估量我们的话，那就是自取灭亡。谁说我被干掉了？怎么是你？你不是已经什么？被干掉了？哼！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仅凭3、4个4项霞兰就能打败我？我们一开始也是觉得难以置信，可是到了这里，仍然感觉不到你一丝灵力，这才断定。哼！真是被你们小看了。不服气吗？虽说你现在平安无事，可是你也没解决掉易痕熙他们吧？你应该看到了吧？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小事一桩。哦，真是这样吗？你笑什么？破，你们真的以为我是破吗？是你。说吧，你们的任务是什么？哼，死了这条心吧，易痕熙，我们不会告诉你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我来。
刚才你们中了易痕稀的霞兰树，看到的都是幻象。怎么可能？我当时明明看到他和那3个4象霞兰进了地洞的。那你怎么解释刚才的事？难道易痕稀是假的吗？要不是我来得及时，易痕稀他们就什么都知道了。刚才太危险了，看来咱们必须小心行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记得咱们被活埋了？你们醒了。不好意思，刚才来不及提醒你们，害得你们也跟着中了我的玄祸归心。玄祸归心？当时我正试图破坏结界，就在结界即将被击溃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身后某处隐藏着2股灵力。当时形势危急，我来不及提醒你们，直接发动了玄祸归心，也就是你们看到2棵树倒下的瞬间。现在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躺在你们面前的就是5败中的散和害，都是实力不输给破的厉害角色。这么短的时间内，5败竟然接连现身。阴谋！这里面一定有阴谋。没错，现在我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正要盘问他们。你们帮我注意四周，一有任何风吹草动，马上告诉我。是。咱们先在这儿躲一会儿，等到绝对安全了再离开。对了，快跟我说说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计划进行到什么程度了？这就是你想的好办法。你不但没把易痕稀解决掉，反而给了他机会套取我们的情报。你们即刻前往，绝不能出半点差错。请您放心，贾爷大人。您的意志就是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也会保护好他的。刚才那是……灵儿，易痕稀老师，小心呐！中年大宴，倒被雁啄了眼睛。易痕稀，有你的！这次我们大意了，我们后会有期。可恶，让他们跑了！真的是他吗？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陈月，你试着探知一下附近的岔路口。岔路口？没错，我刚从亥那里得知的，可能是个有用的情报。废物！对不起，我们太大意了。大意？知道失败的后果是什么吗？算了，毕竟他们这次的对手是易痕稀。是啊，而且他并没有套出多少有用的情报。是啊，是啊。闭嘴！说到底，就是你的计划失败了。你
没有资格为他们求情。我不是替他们求情，只不过，要是没有了他们，我们的战斗力将削弱得很多。更何况，五拜是只属于贾叶的。你少拿贾叶来压我。哼，那就随你了。哼，这次你最好有更好的计划。这个用不着你操心。如果来到这里的真是那个人的话，就不能再让他们三个跟着我追下去了，否则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易恒熙老师，穿过这片林子，应该就是我刚才探知到的岔路口了。易恒熙老师，怎么了，千钧？没什么，只不过你好像从刚才起就变得心事重重似的。真不好意思，让你们担心了。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才我在亥的意识中看到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看错，这个人不久前刚刚经过了我们正要去的地方。易恒熙老师，你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曾经和我同一师门。哦，那就是师叔了。可是后来，他背叛了9公里。哦。你去北面守住水坎之顶。是。亥，你去东面守住雷震之顶。是。你们去镇守西面的天堑之顶，南面的火离之顶和中心的地坤之顶，由我亲自镇守。听好了，只要守住这些顶，纣就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任务。明白了吗？知道了。去吧，易恒熙。易恒熙老师，一个叛徒居然能让你这么担心，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很久以前，我曾经同这个家伙一起授业于鸾天殿的太极侠岚左师大人。从小他就比我厉害，很多人难以承受的侠岚训练，对他来说却轻松异常，简直就如同家常便饭。现在想起来，我一直就是看着他的背影长大的。在我还是个2仪侠岚的时候，他已经是太极侠岚中的佼佼者了。那一年，他参加了神坠试炼，一路过关斩将。可是，就在他即将成为神坠守护者的时候，9公岭却因他在选拔时出手过于狠毒，从而剥夺了他的资格。他不能接受9公岭的决定。一怒之下，失去了理智。神坠是我的了。山鬼瑶，你，山鬼瑶，你冷静一点，放弃神坠吧。易恒熙，从小时候起，你什么都比我慢，做什么事都在我后面跟着。今天我终于能得到神坠了，你居然要挡在我的前面吗？你知道我为了获得神坠，为了获得这无穷的力量，付出了多少吗？你给我让开！从小时候起，我事事都顺着你，可这一次，
这么说，只有动手了。放弃神坠，我们还是兄弟，兄弟，兄弟。在神坠面前，这2个字一文不值。你变了，是你跟在我身后太久了，看不到我所看到的景象。我最后说一遍，放弃神坠，否则，否则什么？不堪一击。从那以后，他杳无音信，就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9公岭派出了一批批寻找他的人，都无功而返。直到有一天，他居然杀害了我们的师父左师大人。我和他是一起被左师大人收养的孤儿。对于我们来说，他不仅仅是严厉的师父，更是慈爱的父亲。可我万万想不到，他居然会投靠灵，杀害左师大人，并且夺走了他的神坠。我发过誓，如果再遇到他，一定会为师父报仇。没想到叶痕熙老师还有这样的过去。如果我遇到捉走姐姐的人，也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开始吧，陈月，把你探知道的画下来。明白。你们2个在附近前进。是。从五败之害的回忆来判断，这里一定会留下线索的。这个背影，没错，果然是他。叶痕熙老师，怎么了？前面，他就在前面。山鬼瑶，好久不见了，叶痕熙。陈月，你快去找展翅和千钧，尽可能远离这里。可是叶痕熙老师，你不用担心我，快走。没想到你会自己送上门来。这句话该我说才对，叶痕熙。山鬼瑶，你是9公岭通缉的要犯，交出神坠，跟我回9公岭，否则什么？你该不会是想说要打倒我吧？山鬼瑶，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你们在这里保护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这是在拷问我，还是在请教我？这招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山鬼瑶，到另一个世界去跟师父忏悔吧。
真是太可笑了，伊很熙。这就是你所谓的充满仇恨的一击吗？要不是亲眼所见的话，我还以为这是哪个不自量力的4项下来的实力。这怎么可能？我说过，送上门来的是你，伊很熙。绝气逆空！伊恒熙老师，陈月，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们走得越远越好吗？是展翅，他……伊恒熙老师，我要回来帮你。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伊恒熙，想问我问题，就突破绝气逆空来找我吧。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刚才我的身体动不了了，脑子也昏昏沉沉的？而且我还感觉到体内的元气在不断变少。伊恒熙老师，这应该是某种结界吧？没错，这个结界叫做绝气逆空。我曾经听说过这个结界，如果不是现在身处其中，我也不会这么快想起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是我和山鬼瑶进入9公岭后的第1次训练。和你们一样，老师带着我们也来到了破碎虚空。都准备好了吧？不要说更不要不开口。回答我的问话时要说“是，老师”。再问你们一遍，都准备好了吗？是，老师，准备好了。是，老师，准备好了。那么现在我宣布，你们在鸾天殿的修炼正式开始。老师，这么黑，怎么练啊？你们听好了，这里是为训练你们而开启的结界——破碎虚空。哇！今天的训练项目只有一个，走到我面前。就这么简单？说，永远比做简单。别小看人，看我！奇怪，身上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照这样下去，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走过去了。该怎么办呢？放松，这个地方好像越使劲越累。这是什么？感觉真好，好像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老师，挺简单的嘛。山鬼瑶，你做得不错。后来我才明白，师父夸赞山鬼瑶，并不是因为山鬼瑶轻松完成了训练，而是因为在完全没有学过元气驾驭术，甚至连元气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山鬼瑶竟然能凭借着自己的直觉，自己领悟到了。破碎虚空的训练这么难，真是不喜欢那个地方。但愿明天别在那儿训练了。我倒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哦，不过，也就是有意思的程度罢了。说实话，今天你在破碎虚空里的表现还真是厉害啊！哼，这算什么？以后啊，我一定能创造一个更厉害的结界。首先，就像破碎虚空一样，
空气稀薄，只能靠元气维持运动。然后我要让身处其中的人无法吸取元气，最后还要让这个结界反过来不断吸走你体内的元气。谁要能经得住这样的考验，那才叫厉害呢。这太危险了，而且也很难做到吧？现在我是不知道怎么做，不过今后一定行。对了，我名字已经想好了，就叫绝气逆空。绝气逆空，在只能依靠元气运动的结界中，却不能吸纳元气。不仅这样，本来拥有的元气反倒会被吸走。这样的结界真是……刚才我大意了，其实出现在我眼前的山鬼窑只是一个用元气做出的幌子，只要受到攻击，结界就会自行开启。原来是这样，如果是山鬼窑真身，它的元气应该是流动着的，而刚才的假山鬼窑，它的元气是静止的。都怪我反应慢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被困在这里了。这不是你的错，你说的这一点，连我都忽略了。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别着急，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你们仔细听好。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并不是被困在绝气逆空中的第一批侠岚。很多年前的一次任务中，一支5人小队被困在了一个厉害的结界之中，结果最后逃出来的只有1个人。我曾经听那个幸存下来的侠岚说过在结界中的经历，他们并没有见到山鬼窑，也不知道是谁发动的结界，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掉入了一个陷阱中一样。那时，老师还没有被山鬼窑杀害，9宫翎也没有得到山鬼窑协助翎的情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只是失踪了。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把这些情报和山鬼窑小时候提到的绝气逆空联系到一起。不过现在看来，那时候困住他们的结界正是绝气逆空。而想要从内部破坏绝气逆空，只有一个办法。根据我听说的情况，绝气逆空里分布着5个鼎，分别吸取金、木、水、火、土5种元气。只要能毁掉这些鼎，我们的元气就能恢复。也就是说，只要毁掉这些鼎，我们就能破坏绝气逆空。可是我们该怎么找到这5个鼎呢？这还不简单，既然这些鼎要吸取元气，那我们就放出元气。只要咱们跟着元气走，顺藤摸瓜，自然而然的也就找到那些鼎了，不是吗？怎么样，这个主意不错吧？啊？顺藤摸瓜，哼，只怕还没有找到瓜，你这摸瓜的倒先累倒了。这，算我没说。在绝气逆空中，我们体内剩余元气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安危，所以元气必须留到关键时刻才能使用。说归说，道理谁都懂，可是如果不放出元气，怎么判断鼎的位置呢？我们还是要利用元气去找鼎，只不过需要换个方式实现。换个方式？我已经把易痕熙他们困住了，现在你有足够的时间做好灵术的准备，随后我们就离开这里。他是怎么回事？从你来到这里就一直待在那边？这你不用管，他不会妨碍你的，所以你也不要妨碍他休息。哼，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这一次，你最好不要再出错。你管好你的事情就行了，其他的事情我会处理。看我这么做，你们也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这个嘛，应该是用包裹了元气的叶子当我们的向导。哦，叶子往哪里飘，就说明鼎在哪里。哦，没错。哦，好了，出发前还有几点要说明。首先，
你们也应该感觉到了吧？从你们清醒过来之后，体内的元气就没有再被吸走过。这么一说，还真是。你们能醒来，那是因为我帮你们保护住了体内的元气。保住元气？没错，准确的说叫做闭气。用体内一部分元气封住印堂、膻中、丹田3大气穴，这样就能保证体内剩下的元气不会被吸走。所以，一定不要让敌人有机会攻击这3个穴位。还有一点要提醒你们，虽然闭气能够抑制元气被吸走，但由于此时体内只留有一部分元气可以用，再加上战斗的时候元气仍然会大量流失，霞兰术的威力会大不如前，所以我们最多也只能发挥出5成的战斗力。我说的这些你们都记住了吧？好，我们先去找吸取木属性元气的鼎，只要把这个鼎破坏掉，我的力量就会最先恢复了。跟上。是。跟着叶子就能找到鼎，真是个好办法。看来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从这绝气逆空中出去了。这些鼎这么关键，山鬼窑不会让我们轻易破坏的。哦。跟上。好急的水声呢，这么高都能听见。要是从这里掉下去，指不定会被冲到什么地方去呢。喂，我说你别在那里发感慨，快走吧。你就别催我了，我倒是想快点过去。可你看我这腿肚子，直哆嗦。展翅。啊！加快速度。是。快一些，这桥虽然老旧，但是很安全。真的安全吗？千钧、陈月、展翅，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你也算是有一套了，易痕熙，居然能找到这儿来。山鬼窑，别一见面就摆起这副嘴脸了。桥下的水流虽然很急，但是对于展翅他们3个来说，还不到致命的程度。等解决了山鬼窑，我再去找他们。我能感觉到他体内的元气在流动，这一次应该是真正的山鬼窑。可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用元气包裹叶子，借以寻找吸取元气的鼎，真难为你想得出来。看来你对我的绝气逆空也有些了解。看到那边了吗？那里就藏着地坤之鼎。没错，就是吸收土属性元气的。易痕熙，我不妨告诉你，只要向鼎内注入你的木属性元气，就可以毁掉这土属性的鼎，够简单吧？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能打倒我。你居然主动现身，说实话，我有些意外。不过这一次，我不会放过你。易痕熙，别看你这些年在功夫上没什么长进，口气可真是大了不少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在等这一天吧？希望和我正面对决，为师父报仇。来吧，还在那里呆站着干什么呀？山鬼窑，你说的没错，我曾无数次在师父灵前发誓，一定会亲手除掉你。但是现在，我还是想问你一句：为什么背叛9公里？为什么要杀害师父？哼，你再这样婆婆妈妈的，我可真要失望了。我已经说过了，等你破了绝气逆空再问吧，或者你干脆带着这些问题，直接去问左师吧。
你们俩没事吧？怎么回事啊？刚才桥上出什么事了？怎么莫名其妙桥就断了？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声音。声音？如果没听错的话，好像是山鬼瑶的声音。如果是这样，叶恒熙老师应该已经和他开始战斗了。可恶的家伙！咱们赶快去找叶恒熙老师。不，我们要先去找鼎。找鼎？可是叶恒熙老师他……我们首先应该去找吸收金属性元气的鼎，这样陈月一旦被解放出来，就能发动探知。没错，要想和叶恒熙老师会合，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哦，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赶快出发吧。叶恒熙，你太慢了，太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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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速度真是太慢了。空中没有着力点，叶恒熙，躲不开了吗？早就听说9公岭的叶恒熙速度天下第一，现在看来，看好了。哦，现在够快了吗？也就是一般。怎么？看招，山鬼瑶！这是月烛。叶恒熙，我承认你比过去快了不少。应该说，在我的绝气逆空中能有这样的速度，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但是凭这种速度要想打倒我，还远远不够呢。看来，你永远都只能跟在我身后。月烛是一种用元气催动的步伐。叶恒熙，把核桃往前，用力扔。让我来。师傅，核桃我已经扔出去了，只不过在那边。好厉害！不要紧张，把气息调匀。准备好了吗？才抓到9个嘛。还有个核桃飞得太远了，落到那边树下去了，所以没抓到。没关系，第一次就已经抓到了9个，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叶恒熙。到我了吧？山鬼瑶，该你了，要来了啊！哇，好厉害呀！转眼间11个，怎么会多了一个呢？他把你刚才漏抓的那个核桃也捡回来了。师傅，同是月烛，他怎么快我这么多？每个人都会奔跑，但每个人奔跑的速度却不一样。想要更快，就反复练习吧。嘿，叶恒熙，你再怎么练习也没用的，你再快也快不过我，永远只能跟在我身后。说真的，叶恒熙，有时候我倒是真挺佩服你的毅力的。而我，对你的狂妄也真是无话可说了。
你难道还没发现你忽略了什么吗？你什么意思？刚才你已经使用了月珠，而我还没有。啊！易痕熙，这样的速度才像样吗？不过还是比我慢。泽对鬼神珠。环状残影。易痕熙，你以为这样我就无法判断你发起攻击的位置了吗？看见了。在看哪儿？确实有点小看你了，没想到你的月珠居然会达到这样的速度。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以前我总是跟在你的身后，仰望着你，追赶着你的脚步。那时候我认为，无论再怎样努力，都超越不了你。可是，从你背叛9公岭的那一天开始，我便告诉自己，不管你有多强，我都要比你更强，我一定要打倒你。我拼命地提升元气，修习霞兰术，练习月珠，以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替师父报仇。山鬼妖，还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吗？是你跟在我身后太久了，看不到我所看到的景象。你说的没错，我的确跟在你身后太久了。现在，我就要站在你的面前，看看你究竟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你要夺走师父的神坠？为什么你要杀害师父？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背叛9公岭？既然你不说，那我就打到你说为止。跟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有看到顶啊？快看！怎么了？树叶停住了。是，我知道它停住了，可它怎么停住了呢？顶呢？是啊，按说树叶停在这里，那顶也应该就在这里呀。看来，吸收金属性元气的那个顶，应该就在附近了。好好找找。易痕熙，你的动作怎么变慢了？要是我没猜错，你体内的元气应该消耗了不少吧？在绝技逆空中能撑到现在，说明你选择了闭气，这是聪明的选择。
不过只是小聪明而已。因为这样一来，你体内的元气也相应的受到了限制，霞兰术的威力最多只能发挥到5成。要想以这种实力打倒我，那是不可能的。刚才我不断的爆发月烛和山鬼妖战斗，体内的元气消耗太大了。要以5成威力的霞兰术打倒山鬼妖，只有一招有可能做到。不过，一旦使用这招，我的元气也就所剩无几了。你该不是想靠着月烛在绝气逆空里躲一辈子吧？话说回来，你真以为我的月烛不属你啊？一边躲一边蓄力，想找机会给我最后一击吗？就凭你不到5成的元气，易痕熙，别白费力气了。你确定吗？这个架势，那倒是。风训千叶降龙，风训千叶降龙，易痕熙真有你的。不过有一样。风训千叶降龙的攻击范围有多大，你自己不会不清楚啊！以咱们2人的这种距离，使用风训千叶降龙，你也跑不掉。原来如此，看来你是想借助月烛，在出招的瞬间和我拉开距离，逃出风训千叶降龙的攻击范围。算盘打得不错，这么说来，我只有在你出招之前，抢先一步干掉你。没用的，想要破坏风训千叶降龙，除非你能跟上我的速度。怎么，放弃了吗？了不起的速度，了不起的战术，易痕熙，你的进步真是让我吃惊不小啊！不过，一切该到此为止了。既然我追不上，那你也别想逃。你什么意思？易痕熙，你玩过木偶吗？泽队鬼臣尽下，晚了。我明明发动了月烛，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动不了？因为我吸住了刚刚在你体内留下的泽队鬼臣珠。没错，泽队鬼臣珠就是刚才射穿你肩膀的东西。不过，这东西可不只是射穿你那么简单，它会将我的元气留在你的体内，并且融化掉，慢慢扩散至你的全身。现在，遍布你全身的泽队鬼臣珠正被我牢牢吸附着。我控制了泽队鬼臣珠的走向，就等于控制了你。你现在已经成为我的木偶了，那么，想向我低头求饶了吗？可以，不过这种程度可不够呢，你的头还得再低一些才行呢。还不够，还不够啊，易痕熙。别白白浪费你的元气了，易痕熙。我说过，你是跑不掉的。我是跑，
还是发动了月烛。切，还以为你要说什么？你现在不过是个木偶，一个木偶，就算给他穿上最好的靴子，又有什么用呢？这起码证明了一点。哦，证明了什么？证明了，虽然你可以从外部控制我的行动，但你无法从内部阻止我运行元气。怎么搞的？我说，叶恒熙老师这法子根本就不好使嘛。按照老师的方法，应该不会错的。可为什么树叶会停在半空中不动了呢？如果叶恒熙老师的方法没错的话，那么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要不就是树叶上的元气不够了。我还是先检查检查树叶吧。我知道了。你说什么？哎呦！哎呦，疼死我了！什么东西啊？展池，你没事吧？我找到鼎了。鼎哪儿呢？鼎在哪儿呢？这就是能吸收金属性的鼎吗？好家伙，这么大个儿！鼎就在这里，不过被做了手脚，所以我们看不见。哼，管他看得见看不见，只要砸烂这个鼎，陈月的元气就能恢复了。好，看我的！小心！啊！我们怎么办？时间拖得越长，形势对我们越不利。得尽快解决这些讨厌的家伙。他们这是干什么？谁知道，准头没那么差吧？这么近都瞄不准。不好，快跑！啊！走这边！哎呦，这什么东西啊？这是？这是灵剑。灵剑？什么是灵剑？就是用灵力聚成的结界，咱们被困住了。哼，凭这几个喽啰兵搞出的破烂，也想克住我们？看我！放着！你忘了我们已经闭气了吗？我把这茬给忘了。更麻烦的还在后面呢。他们居然把3个众灵也一起关在了结界内。哼，在里面更好，外面的我打不着，里面的这3个就算他们自找倒霉了。这烟里面有灵毒。时间有限，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冲出去了。叶恒熙，你要干什么？山鬼妖，交出你的神坠，跟我回9宫岭。哼，这么近的距离，我要是被击中，你也逃不掉。收回你的风讯千叶降龙。你如果想离开这里，避开风讯千叶降龙，就只有先解除对我的控制。不过，你一旦解除了对我的控制，我就能立刻发动月烛追上你，然后再使出风讯千叶降龙击倒你。山鬼，你没有退路了。你真的想？既然这样，我倒想碰碰运气。反正你已经铁了心要追着我死缠烂打了，那么就看看到底是你的风讯千叶降龙厉害，还是我的月烛更快吧。
风训，千叶降龙，泽对，鬼臣进相。在绝气逆空中闭气的情况下，利用仅有1半的元气，竟然能使出这种绝技，了不起，真了不起！易痕熙，你的风训千叶降龙的确很厉害，但就威力而言，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霞兰术都比不上，即便是我，也无法抵挡。刚才。要不是我用泽对鬼臣进相控制你的身体，把你的攻击方向引到天上的话，就算我能用月烛及时闪开风训千叶降龙的正面冲击，也绝对无法逃脱他的波及范围。易痕熙，你果然成长了许多，不过。这个世界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而你失败了。哦，告诉你个好消息吧，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你那3个小跟班不仅活得好好的，而且还找到了天前之地。不过。他们现在被困在了灵界与灵毒中，要是没人去救他们，恐怕是……可是易痕熙，你现在已经自身难保。山鬼妖，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变？我根本就没有变。从一开始，我就想要得到神坠，得到神坠里面的力量。不相信，那就没办法了。但我说的都是真的。从一开始，我就在利用宗师。那老家伙只是我得到神坠的垫脚石，而你，充其量也只是我的一个跟班而已。我真的有些可怜你了。现在的你已经连聚气都无法做了，居然还在想着偷袭我。又一个神坠到手了，再见了，易痕熙。易痕熙。左师，左师，你明明已经不在人世了。唉，你背叛9宫岭的时候，我劝你回头，没想到你不仅毫无悔意，为了夺走神坠，竟然对我下手。现在，
你又想像当年对我一样伤害易痕熙吗？山鬼瑶，告诉我，为什么你变了？还要我说多少次？从进9宫岭的那一刻起，我的目的就是得到神坠，得到神坠中的力量，包括易痕熙，你们所有人都只是我达到目的的垫脚石而已。我从来就没有变，是你太迂腐了。山鬼瑶，我不相信这是你的本意。难道你真的忘了吗？忘了你和易痕熙第一次相遇，忘了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吗？小鬼，给我站住！别跑！这小鬼跑哪儿了？我的包子呢？那是我的包子。唉，皮儿厚馅儿少，这生意是怎么做的？真是名不副实。喂，你是在馅儿满满包子铺拿的包子吗？我看那家包子铺迟早要关门，你说是不是啊？你要干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我从小手上就有这个东西。你也不知道？哎，我听说这是一个不祥的印记。凡是有印记的人，都会在某个漆黑的夜晚被一帮神秘人抓走，然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别怕，跟你开个玩笑呢。你看，我也有这个印记，不也没被抓走吗？呸！喏，这样吧，我看咱们俩还算有缘分。从今天起啊，你就跟着我吧。哦，对了，我叫山鬼瑶，你呢？易痕熙。易痕熙，什么怪名字？喂，易痕熙，想知道怎么样才不会被那些神秘人抓走吗？你再弄个包子来，我就告诉你。得了，不就是挨了顿揍吗？谁叫你跑得那么慢呢？记得下次跑快点。你怎么全吃了？一个也没给我留。好了，别哭了，我去给你弄吃的。这次是搞点炊饼，还是搞点馒头呢？哎呦，没摔死吧？你怎么能偷钱呢？什么偷？别说的那么难听嘛！谁让那个老头撞我来着？我只不过顺手牵羊而已。
说了，你还不是一样偷包子吃？可我从来没偷过人家的钱，我只是饿极了才什么？才偷人家包子嘛，还不是一样？切！怎么就这几个铜钱呢？看那个老家伙穿得不错，没想到倒是个穷光蛋。这些钱够买一个大馒头呢。那你还不快去？哦。你，我的钱袋好像在你朋友那里。嘿，快跑！怎么回事？喂，你把我们俩堵在这里，到底要干什么呀？告诉你，既然被你抓住了，想怎么发落悉听尊便。我山鬼瑶要皱一皱眉头，就不算男子汉。喂，你别乱来啊！怎么，你也有？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你一把年纪了都没被那些神秘人抓走，所以你比我厉害，所以你想让我当你的跟班吧？你到底什么人呢？我就是你所说的神秘人。山鬼瑶一痕息，你们听好，我只说一次。你们左手的印记叫做霞岚印记。霞岚印记。拥有这个印记的人，就有机会成为霞岚，然后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世人。保护世人，我没兴趣。有饭吃吗？如果你们不想挨饿，想靠自己的力量过上好日子的话，那就从今天开始，跟在我身边学习吧。霞岚厉害吗？那要看你说的是哪种厉害。怎么样，你们两个做出决定了吗？好吧。不要说也不要说好吧，要说是，老师。这么多规矩，说白了，还不是想让我当你的跟班啊？哼。是啊，老师。拥有这个印记的人，就有机会成为霞岚，然后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世人。山鬼瑶，这些你都忘了吗？小时候的你，再怎么顽皮霸道，我从未责怪过你，因为从你的眼神，我可以看出你的本性不坏，你不会做出过分的事情。那时候，你的双眼透露着灵性与智慧，我把你视为我的骄傲，把我毕生所学都传授于你。可是，我万没想到，对神坠的贪婪蒙蔽了你的双眼。现在，我只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野心。山鬼瑶，告诉我，为什么泯灭了自己的良心？山鬼瑶，回来吧，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解开结界，告诉我你们来这里的目的，然后交出神坠，跟我回9宫岭。你还有机会戴罪立功，不要一错再错。多谢你提醒我，这一切我确实都忘了。不过我要告诉你，别以为你唠唠叨叨的话能改变什么。为了得到神坠，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谁要敢挡在我的面前当绊脚石，我就毫不留情地把他一脚踢开，包括你做事。我能打倒你1次，就能打倒你2次。责对，鬼臣诛。
居然能够把我的责对鬼神珠彻底化为虚无，连一粒微尘也留不下来。山鬼妖，我曾想给你一次机会，只要悬崖勒马，可是没想到你竟然会如此的执迷不悟。看来当初让你进入9宫岭是个错误。可怜的山鬼妖，如果是我让你走上这条不归路的话，身为老师的我只能亲自了结这一切了。脚已经使不上劲儿了，是因为吸收太多灵毒了吗？可恶！干掉一个！展翅小心！到目前为止，展翅和陈月还没有真正掌握下来术。只能靠元气硬拼，这样下去，他们一定撑不住的。易恒熙老师应该还在苦战着，这里就只能靠我了。还剩一个。接下来轮到他们了。你这是干嘛？现在没时间解释，跟着我做就是了。别停下，继续打！易恒熙，这是什么招数？你居然能打倒我！玄火归心，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我在你意识中造成的幻想。在玄火归心中，你一旦受到伤害，现实中你也会受到同等程度的伤害。你是什么时候使出这招的？难道说，从一开始我就在利用左师？那老家伙只是我得到神坠的垫脚石，而你，充其量也只是我的一个跟班而已。原来是这样，我真是小看了你呢。玄火归心，没想到我竟然败给了你，易恒熙。看来你真的长大了，至少
我已经不能再将你当成那个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小家伙了。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你说，总有一天你会超越我。99回合，一横戏，你又输了。看来你这一辈子只能看着我的后背走路了。我会超越你的。超越我？我就在你的面前，我都要看看你怎么超越我。老师，我看再练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今天就到这儿吧。你输了，你背后偷袭不算数。是你自己掉以轻心，师傅还没说练习结束呢。好了，练习结束。伊痕熙做得不错。别得意，刚才是我自己不小心。告诉你，没下次了。总有一天，我会彻底超越你的。没想到你真的超越了我，干得漂亮，伊痕熙。山鬼瑶，现在解除绝气逆空，交出你抢走的神坠，跟我回9宫岭。一招数，满盘数，看来我认输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你扶我起来。伊痕熙，你听好了，你中计了。中计了！山鬼瑶，你怎么中了玄祸归心的我，竟然还能反击，很不可思议吧？别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要想屏蔽你的玄祸归心，对我来说其实很简单。由于玄祸归心必须进入对方的意识之中才能产生伤害，所以在来这里之前，我用元气在自己的意识四周造出了结界，就像一个保护层。你刚才利用左师的幻象发出的攻击，击碎的只是我设置的结界，而不是我的意识，对我的本体则是半点伤害也没有。整个过程只不过是我在陪你演演猴戏罢了。什么你终于超越了我，什么对我抱有希望，什么我愿意解开绝气逆空，可能吗？还说什么要我交出神坠？伊痕熙，说起来你也算是太极侠岚中比较厉害的角色了，但是你却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希望。对太多不可能的事情抱有希望，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吗？没错，就是你现在这个绝望的样子。你说绝望的样子，是指我吗？
这是怎么回事？易寒溪，山鬼妖，你真的认为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你真的确定你已经从我的玄惑归心中出来了？你什么意思？怎么？难道我还在你的玄惑归心之中？这不可能！你说你只是和我演演游戏，我又何尝不是呢？你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玄惑归心，但其实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多重玄惑归心，就好像把你困在了巨树的年轮阵中。你自以为冲出了一圈年轮，但你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只是进入了更大的一圈年轮中而已。没想到你，山鬼妖，你输就输在太过自大，认为我永远都不会超过你，永远不是你的对手。你错了。终于解决掉他了。太好了，解决掉他们了。千钧，你怎么知道击打地面能破坏灵的结界？这个结界是3个众灵往地下注入灵煞形成的。如果能够打倒输送灵煞的3个众灵，我认为结界就会被破坏了。可是我们被困结界之中，根本不能直接攻击众灵。后来，我注意到地面的裂缝里透出了和灵煞一个颜色的光芒。我推测，可能是众灵持续向地下注入灵煞，已经破坏了地下的结构。哦，所以你才会让我们通过捶打地面造成坍塌，从而牵连到3个众灵，迫使他们停止注入灵煞。这样一来，结界自然就会解开了。这都被你注意到了，你还真是有一套啊！天谴之鼎。哼，接下来轮到他了。怎么，元气消耗太多了吗？能把我逼到这个程度，易寒溪，你真是让我惊讶。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下一次要对付我可没那么容易。山鬼妖虽然背叛了9公里，但他的力量源泉仍然是元气。要在绝气逆空中战斗，他必须也和我一样选择闭气。这么说来，他也只用到了5成的力量。等等，绝气逆空这种规模的结界，没有施术者的元气来维持是不可能的。况且，他中了我的多重玄火归心后，竟然还能从容脱身。如果把这一部分元气也除去，在之前的战斗中，难道山鬼妖只用了3成的力量？山鬼妖，你究竟还保留了多少实力啊？千钧，这是怎么回事啊？不太清楚，好像砸在了一个保护层上面，力道全部都被反弹了回来。我来试试。陈月，你没事吧？没事。哼，什么歪门邪道，看我来！哈！怎么一丝裂缝都没有，还挺坚固啊！千钧，我和你发起进攻时，好像有个保护层阻拦我们。
而展翅却没有遇上，直接击中了顶身，这是为什么？是五行相克。五行相克？对，你想，天前之鼎属金，展翅元气属火，火克金，而我的元气属水，你的元气属金，都构不成相克关系。原来是这样，看来要破坏这鼎，用一般的办法可不行。没错。可恶！打了半天，这天前之怎么连个裂缝都没有？一定要展翅来破坏，没错。这是什么怪鼎啊？可为什么展翅轮番的攻击，一点作用也没有呢？地坤之鼎。这鼎单靠蛮力是打不破的。只要向鼎内注入你的木属性元气，就可以毁掉这土属性的鼎。地坤之鼎是吸收土属性元气的，木克土，难道说破鼎的办法是利用五行相克的关系？随着地坤之鼎被我破坏掉，绝气逆空也解开了一部分了。刚才天上怎么轰轰直响？还有那些光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易恒星老师和山鬼瑶在战斗？说不准。我们先别管那些，展翅，你用全力击打天前之鼎试试。你又不是没看到，我已经打了半天了，一点用也没有。听我的，再打一次试试。好吧。如果山鬼瑶没有说谎，展翅他们可能真的遇到危险了。沿着他们落下的方向去找，应该是最快的办法。这回真没力气了，没辙了。展翅，你别灰心嘛，一定会有办法的。办法？什么办法？这鼎必须用霞兰树攻击才行。霞兰树？没错，这个鼎必须依靠元气的五行相克原理来击破。虽然你刚才在拳头上包裹了元气，也尽了最大的力气去击打，但仍然远远不够。照我看，你只有用霞兰树才能毁掉这个鼎。听着好像有点道理，可问题是我还没学会霞兰术啊。要不陈月，算了，你也不会。要不千钧你来？啊，不行不行，你是水属性元气。唉，好像这次还只能是我来当救世主了。不把这个鼎毁掉，我们都出不去。没办法，你只能临阵磨枪，现学现卖了。现学现卖？你还记得霞兰术修行的关键吧？霞兰术修行的关键。霞兰术修行的关键就是悟。悟？没错。只不过有人费尽心力，穷尽一生也未能悟到，而有的人却能轻而易举，仿佛灵光乍现一般。易恒熙老师，您这话听上去云里雾里的。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悟出霞兰术啊？首先，让心归于平静。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入门。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悟什么？怎么悟？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门的后面，需要你们自己去寻找。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悟是因人而异的。门在哪儿呢？在你们心里。你们现在是4项下来，在你们的意识中会出现对应各自元气属性的门，称为4象之门。等你们以后修炼到了2仪太极霞兰的阶段，还会出现2仪之门和太极之门，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接下来，
你们把元气聚在手中，然后径直往前，想着那个你们希望学成的霞兰树，用力推开门，坚定地走进去，这便是所谓的入门。好了，霞兰树修行中，我已经没有能指导你们的了，剩下的便是悟了。好好加油吧！喂，伊和西老师，伊和西老师，这里什么也没有啊，哪有什么答案呢？我究竟该怎么悟啊？我在那个所谓的破门里看了多少次，始终什么都听不到，看不见。更为可恨的是，我问你很多次了，你总是说继续悟吧，悟吧，悟吧。现在情况紧急，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终于肯告诉我了，哼！我现在还偏不学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耍脾气？我告诉你，我可没工夫陪你在这里耍宝。呵，现在谁求谁呀？千钧同学，说话客气点啊！哎呦，陈月，你干嘛？展池，现在可不是闹情绪的时候。你那些普通的元气攻击，在绝气逆功外还有些作用，但现在，唉，你难道没有发现吗？刚才和仲林一战，同样受到绝气逆空的影响，可你和我明显比千钧吃力，这到底是为什么？就算我不说，原因你也知道吧？展池，抓紧时间，一鼓作气悟出霞兰树吧。好吧，那我就看在陈月的面子上，稍微学学吧。喂，快说吧，你有什么秘诀呀？啊，陈月，你看，这可是他不说的啊！我正在想呢。想就想呗，嚷嚷什么呀？你问我秘诀？是啊，你不是说会把知道的都告诉我吗？你到底有什么秘诀呀？爸，到底有什么秘诀呀？为什么我还学不会水砍冰封破呢？霞兰树的修行是没有秘诀的，儿子，悟吧。我现在就想学会霞兰树，和爸爸一起去战斗。等你长大成为霞兰之后，我们父子俩一定有机会并肩战斗的。说话算数。算数。啊！爸爸，别过来！别过来！啊！爸爸！爸爸不能再陪你了，往后的日子你要靠自己了。如果不是爸爸的原因，你本来就该在9宫岭长大的。答应爸爸，一定要好好活下去，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霞兰。爸爸，你不会有事的，你答应过我，我们还要并肩战斗呢。刚才我们父子不是已经并肩战斗了吗？虽然很狼狈，但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战斗，因为我保护了你。爸爸，爸爸，爸爸！水砍冰封破！喂，问你话呢，秘诀是什么呢？是失去。失去？别人的秘诀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是，当你失去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东西，那一刻想用生命去挽回的感觉，这就是我的秘诀。我也曾听爷爷讲过，霞兰树的觉悟，有时候需要施术者的情感受到强烈冲击。千钧你，
我爸爸为了保护我，牺牲了自己。那时，我第一次发出了水砍冰封破。我不想回忆起那一幕，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想说的原因。战池，现在我把这些都告诉了你，希望对你能有帮助。失去最重要的，想要用生命去挽回。千钧说，他的秘诀是失去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 站住！将还给我！姐姐！ 火离耀月！这是千钧的水砍冰封破。是展翅的元气反应。 成功了吗？太好了，我打碎天前之鼎了！战池，太棒了！干得不错。不过你们注意到了吗？刚才天空中的响声和光芒。 看上去和我们之前见到的几乎一样。千钧，你的意思是，之前也有某个鼎被击破了？那应该是易痕熙老师干的吧？应该是这样。现在天前之鼎被毁掉，绝气逆空，应该也解开一部分了。陈月，鼎破了，你感觉好些了吗？元气不会被吸走了。你们干得不错。啊！ 易痕熙老师，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易痕熙老师，破坏吊桥的人是山鬼瑶吧？你一定已经打倒他，或者说，至少也破坏了一个鼎吧？嗯，我破了地坤之鼎，不过山鬼瑶被他逃走了。哼，这次算便宜了他。下次要叫我遇到他，我一定打扁了他。 又吹牛，吹牛！哼，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已经不是几个钟头之前的我了。哦，对了，易痕熙老师，你还不知道吧？
我已经悟出了火力要略，砰的一下子就把这顶给破掉了。干得好！你终于悟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霞兰术。这还得感谢陈月的鼓励和启发。明明是受我启发的吧？好吧，当然了，千钧也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你的脸皮还真厚。好了，天色不早了，先就近找个地方休息吧。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是。山鬼瑶，你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专心做你的，我的事不劳你费心。哼，不劳我费心。你败给了易痕溪，还被他们破了2个鼎。我再不过问的话，要不了多久，易痕溪就会到我的面前来叫阵了。哼，你这消息倒挺灵的。我说过，不用你管，一切还都在我掌控之中。我的灵术准备还需要3天就可完成，这期间不想再被打扰了。易痕溪，没想到你这3个小跟班还有些本事，居然能破坏天前之鼎。不过，破了那个鼎，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呀。陈月，闭气已经给你解开了，感觉怎么样？好像和绝气逆空之外没什么分别了。虽然现在你体内的元气不用分出一半来闭气，对付敌人可以全力应战，但是你仍然不能纳气，所以你体内的元气一旦耗尽，还是很危险的。这点一定要注意，包括你的探知术，最好不要随便使用。哼，这个山鬼妖，净搞些害人的玩意儿。我看呐，他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灵。叶黑溪老师，刚才你说你和山鬼瑶战斗，他真的只用了30%的功力？没错。而且天前之鼎被我们破坏了，这对山鬼瑶反而更加有利。易痕溪老师，山鬼瑶和我同样是金属性元气，您的意思是，他也和我一样，不用再闭气作战了吗？这么说，即便我们把鼎全部摧毁，也不一定能战胜他呀。可以这么说吧，在他的计划中，我们只要不破坏天前之鼎，就走不出绝气逆空，最后只能是坐以待毙。而如果我们破坏了天前之鼎，那他将恢复更强的战斗力。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处于绝对的优势。哼，反正都是处于劣势，与其被绝气逆空吞噬，还不如和山鬼瑶拼一次，也许还有希望。我绝不后退。战池，单凭冲动是打不过山鬼瑶的。接下来我所说的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听好了。首先，我们已经除掉了金属性的天前之鼎和土属性的地坤之鼎，剩下的还有木、火、水3个鼎。你们也知道了，破鼎的关键在于元气的5行相克，所以我对后面战斗的安排是：先由金属性元气的陈月破掉木鼎，这样我的元气就能解放出来，增强我们整体的战斗力。接下来，由千钧的水属性元气破掉火鼎，这样展池的元气就能解放出来。我想你们已经明白为什么最后才要去水属性的鼎了吧？是因为千钧实力最弱，就算让他恢复元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吧？放水！那是因为我们4个人之中没有土属性的元气，土克水，没有土属性的元气就破不了水属性的鼎，你懂不懂？哎呦，开个玩笑，你何必当真嘛？哎，我猜，这也是山鬼瑶一早就计划好的。可恶！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虽说不毁掉所有的鼎就无法完全破掉绝气逆空，
但随着鼎被一个接一个的破坏，绝气逆空的威力不可能不被削弱。任何招数都不是全无破绽的，山鬼爻也不能例外。到那时候，我们再一起想办法破掉最后一只鼎，这应该也不是全无可能的了。既然这样，那咱们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好，我接着说下一个重点：敌人。已知的敌人有山鬼爻、五败之散和亥，还有一群众灵。从目前的情况分析，他们应该也在分别镇守某个鼎。接下来，我会把关于他们的情况告诉你们，做到知己知彼。咒的灵术准备还需要3天时间，在此期间，绝不能让易痕熙接近这里。是。贾叶跟我说，你们2个都是制造陷阱的高手。从现在开始，你们一方面要保护鼎不被破坏，另一方面可以找准机会，把易痕熙他们引入你们的陷阱里，一并解决掉。正合我们心意。散和亥与破一样，他们都是五败的成员。之前我也说过，五败虽是众灵，但却是只属于七破之首的贾叶。即使在灵的世界，他们也是神秘的存在。他们诡计多端，而且心狠手辣，这一点和破交过手的你们应该很清楚了。散的灵力为土属性，而亥为金属性。过去，我和他们都没有直接交过手。在九宫灵掌握的情报中，关于亥的灵术描述很少，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亥的灵术每次都会在现场留下一个巨大的坑，但至于这坑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从来没人知道。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和他交过手的侠岚全部都牺牲了。全部牺牲了？没错，而且还都是高手。啊！接下来说五败之散，虽然我同样没和他直接交过手，但是我曾参与过一次调查，了解到一些关于他的情报。多年前有秀探汇报，西南部一个小山村，百余口人竟然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九宫岭派我前往调查，到了那里一看，房屋建筑、耕地里的作物全都完好无损，甚至可以看到一些牲畜，但是因为一个人也没有，看上去死气沉沉，以至于邻村人都称那里为宁村。宁村，这听上去怎么那么瘆人呢？很多人都那么觉得，但我刚到那里，便发现了残留的灵力。难道这都是五败之散干的？没错。一夜之间，百余口人全部消失，这太难以置信了。我当初也是这么想，不明白其中缘由，但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线索。那棵树上挂满了许愿牌，让我吃惊的是，上面的内容惊人的相似，基本上都是诸如“我见到了我已故的妻子，我想再见她一次；我见到了我失踪的父亲，我想再见到他”之类的。我怎么越听越瘆人呢？可是这些许愿牌又是在向谁许愿呢？他们许愿的对象正是五败之散，一定是他故弄玄虚，让村民信以为真，导致心中某个欲念无限制的膨胀，然后被灵附体，最后变成灵离开了村庄。根据调查结果，我可以断定，散的灵术应该能让人心中的某个欲念具象化，只有这样，他才能让那些村民信以为真。哼，破伤散断害，这些家伙真是一个比一个怪，一个比一个坏。哦，虽说你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这句话倒还挺押韵的。哦，是吗？很押韵吗？我也就是脱口而出而已。哎，你
前一句话什么意思？行了，别斗嘴了。记住，如果接下来跟他们碰上，你们一定要小心。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大家快休息吧。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要留一个人放哨。啊，我困了。我来吧。哎，陈月，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孩子家放哨呢？我其实一点儿也不困，还是我来放哨吧。还说你不困呢？你先睡吧。我现在不会被吸走元气了，精神和状态应该是我最好。还是我来吧。那一会儿你叫我，我来接你的班。好。陈月，小心点。放心吧，伊恒熙老师，晚安。噬心魔窟。陈月，换班了。展翅，你吓我一跳！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突然出现在我背后啊？我做噩梦被吓醒了，所以来叫你换班啊。噩梦？什么噩梦啊？我也说不清楚。哦，对了，你刚才干嘛呢？我在悟霞兰树。悟霞兰树？你和千钧都悟出了各自的霞兰树，我也不能落后啊，所以我趁放哨的机会练习一下，不过被你打断了。我不是有意的。干嘛这副样子？我没有怪你了，我一定能悟出来的，我相信。我也相信你。嘿嘿。对了，你快去休息吧。你一个人真的没有问题吗？开玩笑，你都没问题，我会有吗？快睡吧，快睡吧啊！刚才的梦是怎么回事？感觉好真实。姐姐，你在哪里？展翅，起来了。我不是在放哨吗？怎么睡着了？我还想问你呢。好了，快起来吧，我们要去找下一个顶了。啊，是。包裹树叶的元气用光了，怎么还没找到墓顶？别急，我再来做一片树叶。伊恒熙老师，还是让我来吧。墓顶还没有击破，老师的元气应该少耗费一些，尽量攒下来吧。也好，展翅、千钧，你们在周边警戒。是。到了前面，我们就分头往左右走，环形巡查。喂，你在干什么呢？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声音。声音？什么声音？你幻听吧。展翅，展翅，我又听见了，我没有幻听，真的是姐姐的声音。喂，展翅，你等一下。
展翅，展翅，你干什么？我真的听到姐姐的声音了，我真的听到姐姐的声音了。姐姐，是你吗？姐姐，你怎么在这里？好了，闹够了吧？跟我回去。千钧，千钧。这是爸爸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没听见？我也没有听到你姐姐的声音啊。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总之，还是先离开这里吧。哦。喂，手伸过来！我这不伸着呢吗？什么情况啊？这是，好疼啊！展翅，怎么回事？又是姐姐的声音。这是什么地方？展翅，看来展翅不在附近，先找到他再说。展翅，展翅，姐姐，姐姐，我刚才居然看到了姐姐，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她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是幻觉吗？展翅，姐姐！谁敢？冰风破！刚才那不是火离耀月？看到我很惊讶，你是我，火离耀月！可恶！你究竟是谁？为什么长得和我一样？而且，居然还会用我的霞兰术？想知道我是谁吗？不妨告诉你，我就是藏在你心中的对灵的仇恨。我心中的仇恨。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我能从你的意识中被释放出来，全是因为你落入了五败之散的灵术陷阱。五败之散，灵术陷阱？没错，这里叫做噬心魔窟。凡是进入到这里的人，都会遇到一个看起来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来自于你心中最深的那片阴影。我心中最深的阴影。自从你失去父亲的那一刻开始，你的心底便产生了对灵刻骨铭心的仇恨，并且一直在不断的加深。消灭所有的灵，为父亲报仇的念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我就是你的仇恨。在你进入到噬心魔窟后，我就被释放了出来。要想活着从这里出去，你就必须打倒我。而想要打倒我，只有一种办法。你想知道吗？消除我心中的自责。没错，
你心中最大的阴影就是你的自责。你一直认为是自己的懦弱和无能导致了姐姐被捉走，因此你想成为侠岚，渴望着有朝一日靠自己的实力救回姐姐。哼，不过，你的仇恨越深，相应的，我也就越强大。所以说，只要消除心中的仇恨，放弃为父亲报仇的念头，你就可以轻易地打倒我。问题是，你做得到吗？要我放弃为爸爸报仇？你做梦！那你就输定了。闭嘴！火离耀月！在噬心魔窟中，你只有一个敌人，同时也是最强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你过不了自己这关的。谁砍？冰风破！谁砍？冰风破！快坚持不下去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你所有的招数我都了如指掌。不过，发动霞岚术需要耗费元气。而我则完全不需要，因为我本来就是存在于你体内的力量。一直往那边就是墓顶的位置。我让展翅和千钧去警戒，这会儿他们也该回来了。刚才我在探知的时候，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展翅和千钧元气的爆发，所以他们应该没有和敌人展开战斗。你说的只是一种可能，那另一种可能是，展翅和千钧落入了敌人的陷阱。他们两个如果真的遭遇了五败之散或者害，很可能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掉进了敌人的陷阱。这还只是我的猜测而已。总之，要尽快找到他们。猎物送上门了。可恶，就真的没办法战胜他了吗？也不知道展翅怎么样了，会不会遇上和我一样的情况？是你？嘘！你躲在这里干什么？难道说你也中了五败之散的灵术？这么说，你也中了？展翅，你面对的敌人是什么？自责。小时候看到姐姐被捉走，却无能为力。一天不救回我姐姐，我心中的自责就会一直加深下去，而我的敌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可恶！你呢？你面对的敌人又是什么？仇恨。我的爸爸被灵所害，我要为他报仇，所以我面对的敌人就是我内心对灵的仇恨，因为我无法放弃为爸爸报仇的决心，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战胜我心中的仇恨。更何况，他还熟知我的所有招数。
你心中最大的阴影就是仇恨吗？我认为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和我不一样，我姐姐还活着，而且我总有一天会救回我的姐姐。可是你的爸爸却再也回不来了。灵那么多，凭你一个人能把他们全部消灭吗？难道你想带着这份仇恨过一辈子吗？至于你的招数，那就更没什么了。你的水砍冰封破本来就比不上我的火力耀月。哎，你干什么？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别急嘛，我说的都是事实。好吧，半个事实吧。你的招数也算有两下子。大敌当前，你不会又要和我吵架了吧？吵架？我夸你还来不及呢。战池，我想到了一个对付他们的好办法。啊？别躲了，再怎么躲也没用的，出来吧。发现他们了吗？各追各的。我明明追的是千钧，怎么？什么？交换对手？刚才你的一番话，让我想到了这个办法。既然你对自己的实力那么有信心，不如我们就交换对手，这样我们就能放手一搏。哎，对呀。交换对手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敌人完全摸不透我们的招数。哎，有点意思。说起来，我早就想和你切磋一下了。那现在机会来了。不过，对手虽然是个冒牌货，却也和我不相上下。你可别3两下就被打倒喽。哼，还是多担心你自己吧。闲话少说，接下来我会把我的蓝色元气释放出来，包裹住你的身体。同样，你用你的红色元气包裹住我的身体，然后我们分头跑，把他们分开。不过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绝气逆空中，身上的元气很快就会被吸走，因此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来跑，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好，明白了吗？知道了，放心吧，你的仇恨就由我来摆平。我来干掉你的自责。怎么？换了个对手就害怕了吗？哼，像话！我会怕你？战池刚学会火力耀月，出招的速度还没那么快，收招的时候会有一小段延迟。这冒牌货应该也不例外，所以，我只要抓住这个空隙。图图，你在发什么愣？怎么，没力气了吗？刚才被你们耍小聪明骗了一次，有那么一阵儿，我还真当你和展翅有什么不同呢。现在看来，你比他差得多得多呢。竟敢说我不如展翅，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水砍冰风破！终于可以和千钧切磋了。虽说这家伙只是个冒牌货，可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好，先下手为强。火力耀月！
你就这点本事吗？可恶！这个冒牌货居然还会土遁，看起来比真的千钧还难对付，我得想个办法才行。哼哼，明知道自己元气有限，还这么浪费，连我都替你可惜呢。可恶！连续使出这么多次霞兰术，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你最后一点元气了。即便剩下最后一口气，击倒你！有勇无谋，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有勇无谋呢？你真以为我刚才是在乱打一气吗？虽然你会土遁，但你只有直接接触到地面或者岩壁的时候，才能使用土遁，没错吧？而我，只要使用冰阻隔你和地面、岩壁的接触，你也就遁无可遁了。我说的没错吧？可是你明明耗费了那么多的元气，怎么会？既然明知道你会躲开，我又怎么会随便浪费元气呢？我刚才只不过是把一个霞兰术的力道分开使用。别看我表面上挥出了那么多拳，其实每一拳上所蕴含的元气还不到1成。即使你不躲，这点元气也奈何你不得。不过，要想把这巴掌大的地方冰封住，这点元气足够了。可恶啊！不知道展翅那边怎么样了？你完蛋了！嘿嘿，终于抓住你了！可恶！没想到你用元气包裹住身体来破坏水坎冰封破。嘿，冒牌货！你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什么？我刚悟出自己的霞兰术，要是和你硬拼，的确不占优势。况且你还能用土遁避开我的攻击，所以我故意被你冻住，等你放松警惕靠近我时抓住你。这个战术能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能用元气包裹住身体，融化水坎冰封破。这一点连千钧都不知道，所以我想你这个冒牌货也不会知道。你输了，火离耀月！可恶啊！终于干掉他了。看来你打的也并不轻松啊，元气消耗这么大。得了吧，我只是没想到你对灵的仇恨如此之深。仇恨吗？我记得我心中的仇恨对我说过，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战胜一切。表面上虽然我们赢了，可是我们并没有战胜自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独自遭遇噬心魔窟，恐怕现在已经葬身于此了。与其想着葬身于此，还不如去想我成为神坠守护者的那一刻呢。因为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会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还是先想想怎么出去吧。易恒熙老师和陈月肯定在找我们，得尽快和他们会合。嗯。
这是水坎之鼎。水鼎，这下麻烦了。水坎之鼎，只有土属性的元气才能克它。我的元气属火，你的是水，都不行。这下该怎么办？谁出来？水坎之鼎就在你们眼前，但是你们却无计可施。是五败之散。哼，没想到你们居然能攻破我的噬心魔窟。不过，别认为这样你们就能赢。竟然把我逼到必须使出绝招，你们应该感到荣幸了。你少吓唬人！缩头乌龟，有本事出来！发现他了吗？战池，小心点。那是什么声音？在哪儿？在哪儿呢？在上面。啊！那就是五败之散吗？应该没错。不过他怎么？是啊，怎么会？怎么样，后悔遇上我了吧？这家伙怎么这么矮呀？是啊，从没见过这么矮小的灵。什么？就跟一只拔了毛的鸡一样。你们敢嘲笑我，我一定要你们付出代价。哼，那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看招吧！什么东西？战池，你在干嘛？哎，我不知道，身体突然不听使唤了。你快躲开呀！战池，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啊！可恶，一定是这矮子在搞鬼。这是什么东西啊？别管那么多，先跳出去再说。好。嘿。怎么回事？游戏已经开始了，除非游戏结束，否则你们是逃不出去。游戏？我可没工夫陪你玩游戏。看招！还不明白？你们已经中了我的灵术，不管多少年，你的攻击只会打向那边的小子，而不是我。可恶！现在的你们，在我看来，就像是一对供我玩耍的蟋蟀。居然说我们是蟋蟀！你这个又矮又丑的鼻涕虫，有本事下来和我打！打？我才不会跟你打呢！小子，等着吧，精彩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那么，欢迎来到试战斗鼓。试战斗鼓，这么难听的名字！你闭嘴！哼！仔细听我说游戏规则。斗蟋蟀你们都玩过吧？蟋蟀为保卫自己的领地会相互撕咬，直到一方倒下。没错，我们的游戏就是斗蟋蟀，只不过斗的不是蟋蟀，而是你们。笑话！我们就不出手，看你有什么办法。办法？刚才你的霞兰术不是就险些打到你的同伴吗？一旦进入我的试战斗鼓，打不打可由不得你们了。好了，游戏开始吧。这根线是入侵的信号，一旦你们的脚触碰到它，就意味着你们的领地已经受到了侵略。只有攻击对手才能夺回领地。
走了。无路可退了。不踩线就没事吧？应该是这样。跳！嘿！没用的。果然，只要不碰它就没事。又来了，集中注意力。哼，和刚才一样的玩意儿。谁说是一样的？糟了！领地被侵略，向对手进攻吧！千军，你坚持住啊！不要被他控制。哼，还叫别人不要被我控制？先不说他，你自己能做到吗？实战斗鼓会耗费我大量灵力，一般情况我可不愿意使出这招。自相残杀吧，霞兰！我说过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怎么样了，陈月？还是没有感觉到展翅他们。另外，木属性的鼎离我们很近了。不好，有灵力！闪开！嗯，不好，那小子想破冰而出。哼，终于抓住你了！可恶！没想到你用元气包裹住身体来破坏水坎冰封破。嘿，冒牌货！你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什么？我刚悟出自己的霞兰术，要是和你硬拼，的确不占优势。况且你还能用土遁避开我的攻击，所以我故意被你冻住，等你放松警惕靠近我时抓住你。这个战术能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能用元气包裹住身体，融化水坎冰封破。想出来，做梦去吧！解决掉一个，接下来轮到你了。火离耀月！这是怎么回事？嘿嘿，五败之散，你大意了。嗯哼，怎么，千军，你发现了吗？是啊，刚才这家伙倒挂着，一直没发现。他现在站在我们面前，我才发现。发现什么呀？这东西真的这么矮？这种浑然天成，一般的攻击应该是无效的。我只说一遍，出来吧！哼，五败之害，这个钟应该是他的灵术造出来的，可为什么他会把自己和我一起困于钟内？怎么回事？灵印散去，但躯体并未消失，而且身为五败之一，怎么会这么简单就被打倒了？等等，这个感觉
难道是？没错，是灵力。伊恒熙老师，伊恒熙老师，你听得见吗？没用的，被我的噬神钟困住，伊恒熙完蛋了。你是谁？你是五败之害。以你个4项下兰的实力，无论如何也是打不过我的。投降吧，我也许会考虑放你一条生路，把你改造成众灵。你是困不住伊恒熙老师的，他一会儿就会出来收拾你。哼！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人能活着逃出我这噬神钟的。过去，我和他们都没有直接交过手。在9宫灵掌握的情报中，关于亥的灵术描述很少，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亥的灵术每次都会在现场留下一个巨大的坑，但至于这坑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从来没人知道。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和他交过手的侠岚全部都牺牲了。刚才四周充满了很强的灵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有些头绪了。你躲不掉的。好险，这是怎么回事？趁他不动了，先藏起来再说。果然，四周又出现了很强的灵力，而且这股灵力应该是来自中外。陈月一个人在外面可能会有危险，我得尽快离开这里。一次次活过来，真的很麻烦呀。好在，我已经让你寸步难行了。藏起来。刚才他为什么会突然停下来？这是怎么回事？糟了，他怎么不见了？我可不想陪你玩捉迷藏。我的夏兰蝶，难道是刚才？你是第49个。什么？哼，给你看点好东西。哈，这是那些已经被我干掉的侠岚的，而你会是第49个。
真好听。把我的霞蓝蝶还给我。可以，打倒我，这一串都是你的。不然的话，这上头还会有第50个、51个、52个。哈哈哈！愤怒吗？很好，我最喜欢猎物身上散发愤怒的味道了，这样打起来才有意思嘛。可恶！自投罗网，50吨计。霞兰，被我的50吨计彻底吞噬吧！这怎么可能？你们刚才明明已经两败俱伤了。哈哈哈！你这家伙还真是给套就钻呢。可是我已经打碎了冰块，难道里面的不是你吗？哈哈！你确定在里边看到我了吗？那些红光只不过是我的元气而已。可恶！这样下去，我们只能两败俱伤，然后被那家伙干掉。他的目的就是这样。既然这样，咱们就随他的愿。怎么？你有主意了？这招准保有效。你曾经搞出2个冒牌货和我们打，当时我用元气包裹身体，破了那冒牌千钧的水砍冰封破，因为它是被你控制的，因此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你肯定都知道。果然，你一见发红光的冰块，就认为是我在里面要破冰而出。其实，水砍冰封破所冻住的，只不过是展翅发出的一团元气。另外，我在水砍冰封破下面做了点手脚，给真正的展翅留出了一个藏身的空洞。接下来，轮到你了。火离耀月，而我只不过是个诱饵，装装受伤倒地的样子，好让你放松警惕。你们这帮家伙，可恶！哼，可恶的是你，看招吧！这个鼎正好用来炖你这只拔了毛的鸡。你没事吧？没事。好疼啊！怎么都断成2截了，居然还活着？你们给我系上！可恶的霞兰呐！还想跑？我们上！等等，你看那边。这难道是那家伙的上半截在搞鬼？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没做梦吧？水砍之鼎居然被我们摧毁了！你怎么了？想什么呢？这个吗？有可能。对呀，可能就是那样。喂，就是哪样啊？问你话也不理我，一个人在那里嗯啊啊呀的，干嘛呢？你还想不明白吗？明白什么呢？不是说每个鼎需要相克的元气属性，而且还需要发动霞兰术才能破坏吗？是的。不过现在看来，
这个说法有点片面。片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鼎并不是我们俩破坏的。不是我们是谁？这里除了我们，就是那个只剩半截的五败之散。不是我们，难道是他呀？没错，就是他。你没开玩笑吧？这个问题往深了说，可能会涉及到灵力和元气的关系。我现在也说不太清楚，所以也只是一个猜测。首先，你想想散的灵力属性是什么？那还用说吗？土啊！哦，我知道了，土克水，散属土，所以他那上半截掉到鼎里，把鼎给克了，对不对？差不多吧。当初易恒熙老师认为水坎之鼎最难破坏，原因是我们之中没有土属性的元气。现在散能克水坎之鼎，说明灵力和元气在五行属性的相克关系上是共通的。说来也是。我记得以前有次训练的时候，易恒熙老师讲过，霞兰和灵的五行属性关系，对战斗的胜负也是有着一定影响的。没错，就像一个水属性的霞兰遇上一个土属性的灵，在五行的属性上，水属性的霞兰较为不利一样。大概想明白了，但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好了，咱们先离开这里再说吧。易恒熙老师他们肯定着急了。哦。在绝气逆空的限制下，想要让霞兰术发挥更强的威力，比以前麻烦了很多。陈月，一定要坚持住！怎么？刚才那声巨响，难道那两个霞兰小鬼把水坎之鼎摧毁了？哼！散这个没用的东西！我这是怎么了？身体动不了了，而且感觉越来越模糊了。这样下去，醒过来了吗？我再问你一句，你是选择成为众灵，还是想成为我的藏品？易恒熙老师生死未知，战之后千钧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不说话吗？真是固执。不过，你这种固执，倒让我想起一个人呢。哼，那可真是我见过的最固执的老家伙，孤身一人，身受重伤，可即便这样，还是干掉了几十个众人。最后，面对我们5败加上3个7破的围攻，他才终于耗尽元气。不过，到了这地步，他居然还不死心，坚决不交出神坠。最后，你猜结果是什么？100次。为了夺走他的神坠，我们整整用了100次灵煞。你说，他这是何必呢？大声点儿！你说什么？这些都是真的吗？第37个，我的第37个战利品就是他的，还有他的那双眼睛，我至今还记得。说了也怪呢，你的固执和眼神，简直就是那老家伙的翻版。看来你们霞兰都一个样子。他是我的爷爷，是吗？哼，那你应该感谢我让你们祖孙重聚了。可恶，害死爷爷的凶手就在眼前，可是我却……爷爷，作为霞兰，必须要有一份固执，固执的保护神坠，固执的保护伙伴，固执的守卫9宫陵。正是这份固执，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守护那些珍贵的东西。你们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准备出发。
是。爷爷，什么是固执呀？陈月还小，以后就会明白的。我不想，我能懂。我每天都想要爷爷陪我玩，是不是就叫固执呀？对，叫固执，叫固执。爷爷，这次什么时候能回来呀？任务完成了就回来。陈月在家要乖，要听话，好不好？那爷爷一定要早点回来呀！好几天以前你就说要把蝴蝶从这里面变出来呢，可到今天还是什么都没有。爷爷答应陈月的，回来一定变给陈月看。不许骗人啊！不骗人。对不起，我们赶到的时候，令尊已经，他的神坠也被夺走了。这怎么可能呢？令尊大人是遭到了灵的围攻，那样的攻击程度，即便是他这种程度的太极霞兰，骗人，爷爷骗人。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去霞兰旭接受训练了。我会努力成为霞兰，我一定要替爷爷找回丢失的神坠。我一定会做到的。霞兰，投降吧，否则……我发过誓，我绝对不会放弃的。就是这个眼神，给我消失吧！我很好奇，你在笑什么？破茧而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根本就是个死茧嘛，已经那么久了，一点变化都没有。真的能看到蝴蝶破茧而出吗？陈月，换班了。振之，你吓我一跳，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突然出现在我背后啊？我做噩梦被吓醒了，所以来带你换班啊。噩梦？什么噩梦啊？我也说不清楚。哦，对了，你刚才干嘛呢？我在悟霞兰术。悟霞兰术？你和千钧都悟出了各自的霞兰术，我也不能落后啊，所以我趁放生的机会练习一下，不过被你打断了。我不是有意的。干嘛这副样子？我没有怪你了，我一定能悟出来的，我相信。说起来，我应该感谢你，不败之害。感谢我？感谢你。和你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感到了无路可退。一开始，我多么希望易恒熙老师、展翅或者千钧能出现在我身后，能给我援手，但那是不可能的。你把爷爷的固执告诉了我，认为那会让我退缩，让我畏惧。但是你错了，爷爷的固执给了我力量，我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了。如果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该做的不是退缩，而是坚定地背负起同伴没有完成的任务。我想，爷爷所说的固执，其实就是这份坚定吧。
蝶破茧而出吗？我一直在悟，但是也一直怀疑着。现在我明白了，这个问题重点不在于表面上的答案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我能不能拿出一种坚定的信念去相信，相信这些被常人看作是不可能的事情，相信被敌人看作是不可能取胜的自己。我坚信，凭借自己的力量，一定能打倒你。刚才我只是一时大意而已，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了。天谴蝶火！四象侠兰，绝对赢不了我。作为侠兰，必须要有一份固执，固执的保护神坠，固执的保护伙伴，固执的守卫9宫岭。正是这份固执，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守护那些珍贵的东西。这怎么可能啊！就在那边，太好了！就是那里。天谴蝶火！成功了！没有确定敌人是否真的被自己干掉，你居然就敢轻易离开！你破坏了鼎，我要让你付出代价！这个感觉，难道是？一定是陈月，干得漂亮！看好了，这一次的威力是刚才的10倍不止。既然你这么坚守你的执着，那我也就不再勉强你成为我的同类了。怎么？怎么可能？竟有人能从我的式神钟里出来！可恶啊！收起你的把戏吧，5败之害。陈月，做得很好，真了不起。现在你到我后面休息一会儿，这个家伙就交给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你才是真正的武
败之害，而旁边那个，只不过是你的分身。哼，发现了吗？嗨，你太小看我了。你的分身一次次被我打倒，你一次次把灵力传入钟内。这个钟除了困住我，更为重要的作用是放大你的灵力。也就是说，你只需要释放1成的灵力，而分身则会得到2成以上。我说的没错吧？怪不得亥刚才会突然静止不动，原来是在输送灵力。哈哈哈哈！不愧是一痕息。不过，就算你破了我的弑神钟，可不代表你能打倒我。一痕息，有本事你出来！如你所愿。一痕息，别认为这样你就赢了。颤抖吧，你们这些侠岚！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我和分身同时爆炸，规模是破远不能及的，方圆20里之内都会化为灰烬。你们逃不了了！谁说我要逃了？这是怎么回事？一痕息，你想干什么？你刚刚说的是20里，那我就送你到20里之外。什么？这东西一并还给你。怎么回事？好大的爆炸声啊！啊！这些是霞岚蝶。好，还剩下最后一个灵，决战的时候到了。换班。陈月，快去睡吧，我来换你。我睡不着。这是我爷爷的，从今往后我会把他一直带在身边。是留作纪念吗？不仅仅是纪念。
说真的，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想，自己为什么不在家好好待着，为什么要跑来和这些灵战斗？这些问题嘛，你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了吗？而且你还悟出了很厉害的霞兰术呢。所以把爷爷的霞兰蝶带在身上。更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坚定地相信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不要忘记自己的誓言。爷爷，总有一天，我会帮你找回神坠的。这个反正也睡不着，我就陪你一起到周围去巡逻吧。战池，怎么了？你觉不觉得，我们离开9宫岭虽然还不到10天时间，但感觉却好像已经过了很久。这么多天了吗？这么一说还真是。如果是在几天以前，我都不敢相信自己能走到这一步，能打败5败之害，能打碎雷震之鼎。那一定是因为我吧？有我在，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是有大家在，团结一心，一切都不是问题。那个，最后一只鼎会在什么地方呢？等明天攻破了鼎，我一定要把山鬼瑶那个坏东西好好收拾一顿。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呐！叶恒熙老师不是说了，山鬼瑶一定会亲自镇守最后的火属性鼎，我们必须加倍的小心谨慎呢。知道了，我只不过是给咱们打打气，壮壮声势嘛。喂，陈月啊，总是听你们说山鬼瑶多可怕多厉害，他是不是长得特别凶神恶煞呀？不，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很奇怪，很冷，很神秘。神秘？冷？怎么越听越玄乎啊？对了，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你看，这个人就是山鬼瑶。我看看，这是怎么样？和你想的不一样吧？怎么就一个背影啊？而且也太模糊了吧？不过，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家伙呢？这是我们在那个岔路口的时候，我探知道画下来的，现在有点弄花了。这怎么还有些脚印？哦，那是当时和山鬼瑶同行的人，应该是散和害吧，可能还有些众灵。这个呢，明明是人的脚印呢。我也不知道是谁，不过应该是个女孩子。女孩子？你看这张，不会又是个背影吧？你快来看看这个！等会儿，我正算账呢。你快过来嘛！你快过来嘛！孩子，慢点。哎呦，干什么呀？你看。好看是好看，可这女孩家的东西你拿着干什么？不告
告诉你，辣妈妈，给我买这个嘛。买嘛买嘛，辣妈买嘛。好吧，不过买了以后，每天除了帮店里洗碗，好，还要挑水、砍柴、扫地、洗衣服。啊，怎么样，成交吗？好。展翅，这是你送给我的。姐姐喜欢吗？喜欢，我一定会永远带着它。好看吗？姐，展翅，展翅，你怎么了？姐姐，是我姐姐。你说什么？我画的这个人是你的姐姐？这个角铃是我送给姐姐的，我敢肯定。这怎么可能呢？而且，我想起这个背影了，绝对不会错，一定是他。展翅，你别冲动，等一下，我去叫易恒熙老师。怎么了？展翅发现自己姐姐了。陈月，展翅他人呢？就在那边。展翅，展翅！刚刚还在的，易恒熙老师，他刚刚还在的。我让他站在那里别动的。展翅！陈月，快探知火顶的方位。是。终于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就尽快返回媚谷吧。哼，你没资格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看看你所谓万无一失的计划吧，500只海被干掉了，而散，给我出来！来了来了。这样，居然还好意思回来！我能打，我还能打。下次再遇见那2个臭小子，我一定……哎呦，离我远点！恶心的家伙！我的任务是保证你顺利完成灵术准备，返回媚谷。
我并不认为我的计划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那些侠岚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了。这不用你管。散，你跟着纣，马上动身返回媚谷。是。那你呢？给你逃命争取时间。我们走。当心别被那些四象侠岚干掉。易痕兮。是姐姐，那一定是姐姐。找到了，出了树林，一直往南，就在那边。好，我们快追。伊可西老师。山鬼瑶为什么要把展池的姐姐捉走呢？先别管这些，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快找到展池，他一个人可能会有危险。那么言归正传，这次七星种的任务就交给赤田殿了。易痕兮，这个四兽空镜你随身带着，如果展池出现意外，这东西能够救急。这个地方，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我想起来了，就是这里。展池！易痕兮老师，是山鬼瑶抓走了我的姐姐，我姐姐一定在这里。嘿，呀！展池，你冷静一点。山鬼瑶，你给我出来，把姐姐还给我！嘿。妍希老师，快躲开！
千钧，你们没事吧？看来都到齐了。易恒熙，别麻烦了，带着你的3个小跟班一起上。战池面前的敌人是叛逃9公岭的太极霞岚山鬼王，而恰恰是这个人多年前绑走了战池的姐姐。面对这个几乎无法战胜的敌人，战池是否能够救回姐姐，还是会像多年前一样，再一次与姐姐失之交臂？请看《霞岚》第2季。